起初没有人在意这一场大雪，直到3天骤降至零下80度，大家才意识到末是真的来。上一世，我到死都记得苏晴那张淬了毒的脸，她蜷缩在我怀里，指尖冰凉的攥着我最后一块压缩饼干，睫毛上挂着虚假的泪珠，声音柔得能掐出水。秦风，我好怕，要是没有你，我肯定活不下去。我被她这副柔弱模样骗得团团转，把仅剩的物资全塞给她，甚至为了护她，硬生生挡了3次风雪。可转身，她就抽出藏在袖筒里的匕首，那是我之前送给她防身的东西。刀锋抵在我喉咙上时，她眼里的柔弱瞬间退得一干二净，只剩贪婪与冰冷，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秦风，你真是个蠢货！你以为我真的需要你？我要的从来都是你的物资。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她，喉咙被刀刃划破的刺痛传来，鲜血顺着脖颈往下淌。她没有丝毫犹豫，拽着我的手臂将我推倒在地，踩着我的胸口，眼神里满是嫌恶。你活着就是浪费粮食，不过吗？你这身骨头或许还能派上点用场。她的动作利落的可怕，没有一丝怜悯。我躺在冰冷的雪地里，意识逐渐模糊，只看到她蹲下身，用匕首撬开我的衣物，眼神里闪烁着近乎狂热的光芒。她的声音像淬了冰的刀子，一字一句扎进我心里。听说人骨熬汤最不正好，省得我再费劲找吃的。我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瞪着她，她却笑得更欢了，指尖划过我的肋骨位置，语气轻佻又恶毒。谢谢你啊，秦风，要不是你这么蠢，我还真撑不到下一个补给点。一声震耳欲聋的爆响炸开在耳膜，我猛地从床上弹起，冷汗像冰水般浸透战术背心，后背黏腻的触感与前世被背叛时的绝望，刺痛重叠。我大口喘着粗气，指节攥得发白，眼底翻涌着猩红的恨意。这一世，苏晴还有所有背叛过我的人都得为你们的恶行付出代价。我要造一座连核弹都轰不开的钢铁堡垒，囤够活100年的物资，让你们在冰天雪地里冻饿挣扎，而我要在恒温的天堂里亲眼看着你们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指尖戳开手机银行，5亿遗产毫不犹豫转出，10套市中心豪宅甩给银行抵押，95亿到账提示弹出的瞬间，屏幕光刺得我眼睛发疼。这100亿是我末日重生的底气，是我复仇的利刃。老吴，立刻动工！我拨通战龙安保吴怀仁的电话，声音冷得像冰。云海庄园顶层3套复式，现在就打通。我提前让你储备的军工级合金立刻用上，墙体嵌20厘米厚钢板，每一块都要加密焊接，门窗全换银行金库同款防盗门，外层叠加3层防弹玻璃，子弹打上去必须弹飞。能源用2台核动力微型发电机加5台柴油发电机，地下3层储油库按5年用量灌满，配套柴油再生装置，全屋恒温系统拉满，零下200度也得定死28度室温，18天内完工，酬劳翻3倍，调300个工人3班倒，直升机运输部件少一颗螺丝，以提头来见。电话那头的吴怀仁连忙应道：秦哥有你之前备的材料和直升机支援18天没问题。我直接挂了电话，购物软件界面疯狂跳动，指尖划过屏幕的速度快得发颤。天河农牧场1万吨级牛排、羊排、五花肉，通过匿名客公司分10批次夜间运输，今晚先送第1批到地下车库，冻库温度调到零下18度，少1斤我扣你1半货款。惠民粮油、大米面粉各10万斤，食用油5万桶，1万箱压缩饼干、能量棒全要保质期5年以上的，以企业应急储备名义报备，分3天装车。家乐超市连锁所有门店的罐头、泡面、巧克力、维生素片清空，水果罐头和肉类罐头优先，夜间分批次拉货，避免引起恐慌。五金店联盟铁锹、斧头、撬棍各500把，防刺符、防弹衣各200套，50把军用手弩配2000支带破伤风涂层的弩箭，汽油、柴油、酒精按5年量囤，用隐蔽仓库中转后再运过来。电话一通接一通打出，我的声音始终紧绷如弦。前世我见过战友因为缺一支抗生素，伤口流脓烂到剑骨，最后在我怀里断气；见过老人为了半块面包被年轻人推倒在雪地里活活冻死。这一世短缺2字，我要从我的人生里彻底碾碎。100亿的物资储备在冰雪末日能存活多久？第2天清晨，云海庄园楼下已陆续有货车抵达，全是夜间低调行驶赶来的。冷链车车厢开启时，白色寒气裹挟着冻得硬邦邦的牛排涌出，触碰到空气的瞬间凝结成霜。粮油车的麻袋堆叠如山，谷物的清香混着柴油味弥漫在街头。五金店的工具箱整齐排列，金属外壳在晨光下泛着冷冽的光。我雇了50名搬运工，24小时连轴转，汗水顺着他们的额角滑落，砸在地面上瞬间凝成小冰粒。客厅被压缩饼干堆到天花板，只留一条仅容1人通过的窄道。卧室拆了床铺，货架层层叠叠码着罐头，标签在灯光下清晰可见。阳台塞满了维生素片和应急食品，连窗户都被挡得只剩一条缝。地下车库改造成恒温仓库，肉类、粮油、药品分类码放，冷白的灯光照在金属货架上，泛着肃穆的冷光。秦哥，医疗物资到了！搬运工的吼声穿透忙碌的喧嚣。我快步走过去，10只沉甸甸的木箱被撬开，急救包、感冒药、抗生素整齐排列，麻醉剂的刺鼻气味与酒精的清香混杂在一起。我指尖抚过抗生素的药盒，指腹传来纸盒的粗糙触感。前世战友就是缺了这东西，从一个小伤口恶化到败血症，临死前还抓着我的手含水，那种无力感我再也不想体会。卫星电话、夜视仪、望远镜也清点完毕了。我微微点头，突然想起遗漏的缺口，拨通沃尔玛区域总部的电话，20亿收购天海市所有仓储超市的物资，货架上的、仓库里的，连购物车都给我运过来。通过匿名账户打5亿定金，分5批次夜间运输，3天内全部到齐，少1件扣1个亿定金。经理起初以为是恶作剧，语气敷衍，直到5亿定金秒到账，他的声音瞬间变调，带着哭腔承诺：秦总，马上调所有货车，全程保密运输，保证3天内送到，1件都不会少。夜幕降临时，云海庄园顶层的改造已初见雏形。我站在客厅中央，抬手抚摸着冰冷的合金墙，指尖传来金属的凉硬触感。堆积如山的物资在灯光下投下厚重的阴影。核动力发电机滴滴运转，恒温系统吹出暖融融的风。这还不够，我要的是绝对安全。我又联系户外用品店，订了10顶北极级帐篷，50件零下200度防寒服，甚至添了2台制冰机和1台净水器。就算冰盖压塌整座城市，我也能安然无恙。18天后，所有改造和物资囤积全部完成。我服用助眠药，躺在28度恒温的大床上，闭目静候。只有我知道，凌晨12点的钟声是人类灭绝的号角。
本台记者紧急通报：根据气象最新预计，一股冷空气正紧急袭来，全国范围内将遭遇大幅度降温，请广大居民减少外出，减少外出。钟声敲响的刹那，一股神秘粒子流瞬间笼罩全球，天空骤然爆发出刺眼的白光，凌晨3点亮如正午。我下意识捂住眼睛，指缝间漏进的光刺的眼球生疼。人们还没从诡异的光亮中反应过来，雪花已如疯了般砸落。起初是蚂蚁大小的雪粒打在窗户上噼啪作响，不过10分钟就变成拳头大的雪团，砸在墙面发出沉闷的撞击声，紧接着演变成狂风暴雪，狂风呼啸如野兽嘶吼，雪片像锋利的刀片刮过玻璃时留下细碎的划痕，整座城市被无尽的暴雪吞噬，街道上的汽车瞬间被埋成冰雕，红绿灯冻得通体发白，交通彻底瘫痪。刺骨的寒意顺着门缝钻进来，我甚至能听到空气结冰的细微声响。人们尖叫着往家里冲，羽绒服裹在后，也挡不住那股冻彻骨髓的冷。呼吸凝成的冰雾刚飘出喉咙，就坠落在地碎成冰晶，裸露的皮肤瞬间泛起青紫，仿佛要被冻裂。全球降温的消息刷爆全网，抱怨声、不解声刷屏。这冬天疯了吧？我还穿秋裤呢，暖气还没开，怎么就零下几十度了？还有人发朋友圈庆幸不用上班，配着窗外飘雪的照片，全然不知这是灭绝的前兆。我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白茫茫的世界，眼底满是凝重。这不是普通的暴雪，它会日复一日地下，气温会跌破零下100度、零下150度，直到把所有生命冻成冰坨。而我囤的物资足够我奢侈活100年。我点燃屋内的取暖器，暖火噼啪作响，驱散了最后一丝凉意，躺在柔软的沙发上，听着窗外的风雪嘶吼，沉沉睡去。第二天清晨，我被电视里的紧急播报吵醒，画面中记者裹着3层防寒服，嘴唇冻得发紫，声音颤抖。紧急通知：全国气温已降至零下100度，全球超半数物种确认灭绝。昨夜已有3万余人因严寒遇难。窗外的大雪已淹没整座城市，昔日熟悉的街道、灌木、高楼全被10米厚的积雪覆盖，天地间只剩单调的白色。暴雪仍在狂舞，雪片砸在防弹玻璃上，发出密集的哒哒声。人们彻底慌了，他们疯狂地冲进超市抢物资，货架被掀翻，有人为了一桶泡面大打出手，鲜血溅在雪地上，瞬间凝固成暗红色的冰渣。可超市早已被我分批次清空，他们只能空手而归。厚重的积雪封堵了大门，他们被困在家中，拍着门板哭嚎，祈祷暴雪骤停。而我正坐在温暖如春的客厅里，餐桌上红酒杯晃着猩红的酒液 ，M9 和牛排滋滋冒油，黑松露酱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110打造的安全屋，恒温系统稳稳维持在28度。我穿着单薄的真丝睡衣，指尖触碰到酒杯的微凉，与窗外零下100度的严寒形成极致反差。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屏幕上苏晴2个字像针一样刺进眼底。我接起电话，他的声音带着刻意的柔弱，还夹杂着牙齿打颤的声响。秦风，我快饿死了，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你能不能借我点？等灾害过了，我10倍还你，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我冷笑一声，直接挂断。前世他踩着我尸骨求生的模样，他眼里的恶毒与贪婪，我永生难忘。这一世，我连一口唾沫都不会给他。我编辑信息，附上牛排红酒的照片，照片里牛排的油光映着暖灯，红酒杯折射出屋内的恒温灯光，背景是窗外漫天暴雪。早说呀，我家物资快吃完了，就剩今早刚煎的牛排。我又补了一张自己穿真丝睡衣的照片，指尖轻点发送。苏晴的信息秒回，语气带着毫不掩饰的贪婪与嫉妒。秦风，我快冻死了，你给我送过来，我什么都愿意做。换做前世，我会冒着暴雪深一脚浅一脚的送过去，但现在我只是慢悠悠的敲下一行字：超市有货，自己去买。发送完毕，我直接拉黑。现在播报紧急通知：受太阳机子影响，冷空气大幅来袭，气温将持续降低，请广大居民减少外出，等待救援。窗外的风雪更急了，我拿起桌上的《末日生存手册》，指尖划过书页的触感格外清晰。末世里，知识与物资同等重要，医学、工程、维修的知识，说不定哪天就能救我一命。我知道，第3天才是真正的炼狱。整整一夜，我没合眼，坐在沙发上盯着窗外的暴雪。凌晨5点，啪的一声，全屋灯光骤然熄灭，全球断电了。断电的连锁反应来得极快，不过1小时，供水系统彻底崩溃，水管被低温冻裂，水龙头流出的水刚落地就凝成冰柱。停水停电的双重打击，让整座城市陷入一片黑暗与死寂。我早已启动核动力发电机，屋内瞬间恢复光亮，水龙头流出清澈的水，储能电池组自动衔接，确保防御系统能随时调用峰值电力。我打开卫星电话，网络上满是哀嚎：没水没电怎么活啊？官方快修啊！官方的安抚公道显得格外苍白，他们自顾不暇，发电站被冻住，物资耗尽，根本无力回天。真正的末日从这一刻正式降临，没了电，暖气停了，没了水，没法做饭，没了食物，饥饿开始蔓延。极端分子拿着刀枪抢砸民宅，商人坐地起价，一桶泡面炒到2000块，路边随处可见冻饿而死的人，他们的尸体被大雪覆盖，只露出一只僵硬的手。就在这时，手机震动，我被强行拉入一个群聊，云海庄园业主自救群，群里100多号人，全是小区的邻居，平时点头之交，此刻却像饿狼般盯着我。秦风家肯定囤了物资，我亲眼看见几10辆货车夜里往他家送，他现在肯定在吹暖气吃牛排，我们却要冻死饿死。自私鬼！我有他吃牛排的视频，大家看看。一段我昨晚发的视频被转发进来，群里瞬间炸锅，道德绑架的、跪地求饶的、威胁恐吓的信息刷屏。秦风，你快分物资，不然我们就闯进去。我家孩子快饿死了，你发善心吧，你独占这么多物资就是谋杀。我看着这些虚伪的嘴脸，
冷冷敲下一行字：我与你们非亲非故，我的物资凭什么分给你们？前世的记忆突然涌现，我好心开门接济邻居，他们冲进屋就给我一板砖，我倒在地上，眼睁睁看着他们抢我的物资，有人甚至拿起刀想把我分尸，他们的丑恶我永生难忘。我直接开启群视频，镜头对准餐桌，法兰西顶级鹅肝配松露，82年红酒冒着细密的气泡，我拿起刀叉，慢条斯理的切着鹅肝，嘴角噙着淡淡的笑。窗外是零下150度的暴雪，屋内是28度的暖光，极致的反差让群里的人彻底疯狂。女住户发来私信，附上暴露的照片。秦风，我陪你，给我点吃的。男住户发来卑微的恳求：秦哥，我认你做大哥，以后你指哪我打哪，给我口饭吃。甚至有同性住户发来暧昧信息，试图投怀送抱。为了活命，他们早已抛掉所有底线。我看得恶心，找了个手机支架固定好手机，躺在沙发上继续享用美食。窗外暴雪狂舞，屋内音乐舒缓。这场由人性丑恶上演的闹剧格外有趣。半个月后，城市被15米厚的积雪掩埋，活下来的人不足1成。我翻看着邻居们的私信，全是卖惨与威胁，直到一条信息映入眼帘，来自柳如烟，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女医生。秦先生，我家食物药品已耗尽，我是外科医生，能处理伤口、治疗感染、做小型手术，我用医疗技能换你1周的物资。我脑海中浮现出他的模样，26岁，175公分的身高，身材修长高挑，清冷的脸上带着职业的干练，36D 的傲人身材藏在白大褂下。末世里不乞求，不谄媚，用价值交换，这才是聪明人。可以，我回复，帮我盯着邻居们的动向，他们什么时候动手，提前通知我。事成之后，物资双手奉上。另外，之前有个邻居偷偷告诉我，丁伟在串联人，你多留意他。我根本不怕他们来，这座钢铁堡垒是我砸了100亿，花了18天心血打造的，每一处细节都经过反复推敲，就是为了等他们送上门。不出所料，邻居们见我油盐不进，彻底疯了。地痞丁伟建了个新群，拉了所有活着的业主，群里只有一个口号：刀在手，跟我走，杀秦风，抢物资。凌晨1点，柳如烟的消息秒到，他们集合完毕，带了斧头、锤子，往你家来了，大概100多人。丁伟冲在最前面，我回复2个字：知道。他们疯了，100多号人，你一个人挡不住，不如交出点物资，平息怒火。柳如烟连忙补充，我笑着回复：别过来，免得溅到血，等着看好戏就行。没过多久，脚下传来剧烈的震颤，上百人的脚步声、嘶吼声、器械碰撞声顺着楼梯往上涌，像潮水般逼近。秦风，开门受死！丁伟的吼声带着疯狂的怒意，紧接着砰砰砰的砸门声震耳欲聋，墙面都跟着微微晃动。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指尖按下墙上的红色按钮，高压电启动。此时储能电池组全力供电，确保电流强度不够威慑。一声凄厉的惨叫瞬间划破楼道，第一个砸门的小伙子瞬间被蓝色的电流裹住，身体剧烈抽搐，头发根根竖起，脸上的皮肤瞬间变得焦黑，眼睛瞪得滚圆，充满了恐惧与痛苦。楼道里人挤人，电流像蛇一样窜开，几十人接连被电倒，惨叫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烤肉味与衣服烧焦的糊味，刺鼻的让人作呕。10几秒后，我关掉开关，楼道里酒具焦黑的尸体躺在地上，冒着袅袅青烟，积雪落在尸体上，瞬间融化成水，又结成冰。秦风，你个畜生，敢杀邻居！丁伟的嘶吼声带着恐惧，兄弟们，为死去的人报仇！撞开这扇门，抢光他的物资！一群人抱着一根粗壮的木头，疯狂地撞击大门。沉闷的撞击声震得茶几上的水杯都在晃动，可我却悠闲地打开音响，舒缓的钢琴曲流淌而出，与门外的喧嚣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撞得越来越起劲，木头与大门碰撞发出沉闷的巨响。可几十下之后，他们悲哀地发现，那扇门竟纹丝不动，甚至连一道划痕都没有。这是银行金库的防盗门。一个曾经在银行工作的业主盯着门飞，突然尖叫：我以前见过这种门，炸弹都炸不开。所有人都傻了，脸上的疯狂被绝望取代。我举着军用手弩走到射击孔前，看着门外叽叽喳喳商量对策的人群，我懒得瞄准。楼道窄得像沙丁鱼罐头，他们挤在一起，闭着眼都能射中。弩箭破空而出，带着锐利的风声，紧接着便是一声惨叫。他有武器，小心！人群炸开了锅，想往两边躲，可楼道太窄，人挤人，根本动不了。我面无表情，重复着2个动作：装填、射击。军用手弩的威力惊人，弩箭穿透衣物的突刺声与惨叫声交织在一起，鲜血顺着楼道流下，在零下150度的低温下，瞬间凝固成暗红色的冰面，踩上去发出咯吱的刺耳声响。射了几10支弩箭，我的手臂微微发酸。我走到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冰镇可乐，拧开瓶盖，咕嘟咕嘟灌了几口，清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流下，缓解了手臂的酸胀。门外的邻居们彻底慌了，既焦急又绝望。就在这时，有人突然喊道：门撞不开，砸墙！墙是砖头水泥做的，我就不信砸不烂！众人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眼里重新燃起疯狂的光芒。屋内的我看着他们突然欢呼雀跃，只是微微挑了挑眉。他们能想到的，我早就想到了。这座堡垒是我耗尽心血打造的，岂会轻易被攻破？门外，一个身材高大的大汉憋足了全身力气，将锤子狠狠砸向墙面。一声脆响，白色的墙皮簌簌掉落，露出里面的黑色物体。砸，往死里砸！众人兴奋地围上来，拿起工具疯狂砸墙，墙皮掉落的碎屑混着雪花，在空中飞舞。可当大汉抡起锤子砸第2下时，一声刺耳的金属撞击声响起，巨大的反作用力让他瞬间失去平衡，倒退3步，重重摔在地上，双手虎口裂开，鲜血汩汩流出，在低温下瞬间凝固成冰，看上去格外瘆人。这是怎么回事？众人满脸恐惧，有人壮着胆子走过去，伸手扫开墙皮碎屑，厚重的黑色军工合金泛着冷硬的光泽，赫然出现在眼前。墙里面是钢铁，20厘米厚的合金。那人的声音都在颤抖，众人大吃一惊，纷纷围拢过来，扒开外层的白灰，冰冷的金属触感传来，彻底击碎了他们的希望。为什么？谁家房子用钢板砌墙啊？有人仰天嘶吼，声音里满是绝望。
我不信！一个人情绪崩溃，拿起锤子疯狂砸向其他墙面，可每一次落下都只发出沉闷的金属撞击声，墙面依旧完好无损。我坐在客厅里，不屑地撇了撇嘴，你们能想到的，我怎会遗漏？这房子的每一面墙、每一扇窗都是20厘米厚的军工级合金，炮弹都轰不破，还怕你们的破铁锤？整栋楼的业主眼神空洞地望着眼前的金属墙壁，内心比外面的冰雪还要寒冷。这面墙像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彻底断绝了他们获取物资的希望，将他们困在了绝望的深渊。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房子？有人捂着脸崩溃大哭。就在这时，一个邻居突然从人群中走出来，眼中闪过一丝疯狂。阳台，他家电台是落地窗，全是玻璃，砸破玻璃，我们就能闯进去。这句话让濒临绝望的人群再次燃起了最后的疯狂。我站在客厅里，听着外面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笑。好戏才刚刚开始。楼道里的绝望丝毫还没消散，那个提议砸阳台的邻居已经带头往楼上冲，脚步声杂沓的像奔逃的野兽。玻璃再硬也扛不住石头，砸开就能抢粮，晚了连汤都喝不上。人群瞬间被点燃，有人扛起楼道里冻硬的消防栓，有人抱着从家里拖出来的铁锅，甚至有个瘦高个拽着个哭闹的孩子，恶狠狠的喊：“这小崽子扔过去，先砸出个缝！”孩子的母亲想阻拦，却被他一脚踹倒在积雪，凄厉的哭声很快被封锁。我站在客厅，透过防弹玻璃看着这一幕，指尖的冰凉顺着脊椎往上爬。这些人昨天还在群里哭着求施舍，今天为了抢物资，连孩子都能当工具。消防栓狠狠砸在玻璃上，发出沉闷的巨响，震得窗棂微微发麻。可玻璃上连道白痕都没有，这是我特意定制的3层防弹特种玻璃，能抵御子弹冲击。岂是这些破铜烂铁能砸开的？没用换大家伙。带头的邻居红着眼，指挥几个人合力抬着一截断裂的水管，像工程锤似的撞向玻璃。每一次撞击都伴随着人群的嚎叫，可玻璃依旧纹丝不动，反而震得抬水管的人虎口开裂，鲜血滴在雪地上，瞬间冻成暗红的冰珠。有人急得发疯，掏出打火机点燃了捡来的旧窗帘，往玻璃上扔。烧！我就不信烧不化了。火焰在风雪中挣扎了几下就熄灭了，反而点燃了旁边的积雪，冒出缕缕白烟。蠢货！我低声嗤笑，正准备拿起手弩威慑，突然看到人群里有人掏出了一把生锈的菜刀，朝着身边的老人砍去。老人怀里藏着半块干硬的面包，是他最后的口粮。老东西藏什么？拿出来给大家分了，不然现在就宰了你！老人死死护着面包，被那人一脚踹倒，菜刀架在脖子上，血水混着泪水顺着皱纹往下淌。这是我孙子的救命粮。话没说完，就被另一个人抢走面包，几口吞了下去，甚至还舔了舔手指。人性的歹毒在这一刻暴露无遗。为了一口吃的，他们连同类都能加害。我举着手弩走到射击孔，对准那个抢面包的人，正要扣动扳机，突然听到楼下传来柳如烟的急促信息：清风他们还有后手。丁伟联系了其他洞的极端分子，带了汽油和炸药，说要炸穿你的阳台。我心头一凛，抬头看向窗外，果然看到远处有几个黑影扛着油桶，正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这边赶来。风雪越来越大，他们的身影在白茫茫的天地间越来越近，眼里闪烁着贪婪的星光。这些人为了抢我的物资，竟然不惜同归于尽。我握紧手中的手弩，眼底闪过冷冽的杀意。既然他们想死，那我就成全他们。风雪卷着冰粒抽打墙面，丁伟带着3个扛油桶的黑影撞开拥挤的人群，油腻的工装沾满黑污与血污，冻得发紫的脸上，双眼迸射着比严寒更刺骨的凶光。清风识相的赶紧开门送粮，不然老子交上汽油，把你连人带着破堡垒一起烧个精光！人群瞬间炸开锅，刚才砸玻璃无果的绝望被新的希望点燃。有人举着开裂的斧头起火，烧死这个自私鬼！他死了，物资就是大家的。还有几个精瘦的男人偷偷往油桶边凑，眼神死死盯着堡垒方向，全然不顾火焰一旦蔓延，整栋楼都会沦为火海。我冷笑一声，指尖精准按在墙内的隐蔽开关上，打造堡垒时，防火防爆本就是核心防线。丁伟刚费劲拧开油桶盖子，阳台边缘突然弹出1圈半米高的金属钢索，形成密闭防护层。同时顶部的喷雾装置瞬间起火，细密的阻燃液如薄雾般笼罩玻璃与屏幕。它泼出去的汽油撞上防护栏，顺着金属壁滑落，滴在楼道里，瞬间冻成一层滑腻的黑冰，连半点火星都燃不起来。怎么回事？丁伟愣在原地，手里的油桶倾斜着，黑色的汽油还在不断滴落。他身边的同伙急红了眼，掏出打火机就想往冰面上走，却被丁伟一把推开。蠢货，烧不着他，先烧了那些藏私的。话音未落，他就把油桶对准了躲在人群后的一对老夫妇。老头紧紧护着怀里的布包，老伴缩在他身后瑟瑟发抖。你们刚才藏了半块面包，不交出来就浇油！丁伟的声音像淬了冰，一脚踹在老头膝盖上，老头踉跄着跪倒，布包掉在地上，半块干硬的面包滚了出来。人群里没人阻拦，反而有人喊：交出来！都这时候了，还藏着烧了他们，杀一儆百！人性的歹毒在绝境中暴露无遗，为了自保，他们默许甚至纵容恶行，仿佛那对老夫妇的性命远不如一口吃的重要。我攥紧手中的手弩，指腹抵着冰冷的扳机，正想射击威慑，突然看到丁伟从怀里掏出一个用胶带缠满炸药的包，那是他从废弃施工队偷来的民用炸药，威力足以炸穿普通混凝土墙体。清风，这是最后机会，要么开门，要么咱们同归于尽。他身边的同伙已经点燃了引线，滋滋的火花在风雪中格外刺眼，红色的火星顺着引线快速蔓延。就在这时，手机震动，柳如烟的急促求救声透过听筒传来：清风，我被他们控制了，他们逼我喊你开门，说你再不开就把我推到炸药前面。引线烧得越来越快，距离炸药只剩短短2克。丁伟的笑容越发疯狂，人群里的欢呼声与柳如烟的哭喊声交织在一起。我盯着那簇跳动的火花，突然发现阳台角落的阻燃喷雾装置刚才被碎石砸中，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裂痕。一旦炸药爆炸，冲击波极有可能从裂痕处渗入，损坏内部的恒温系统。火花即将触碰到炸药，柳如烟的哭声越来越近，而人群中已经有人举起尸体，准备在爆炸后第一时间冲进来抢夺物资。
引线顶端的火花只剩半寸，柳如烟被2个壮汉架到炸药前，单薄的羽绒服沾满血污，脸冻得惨，却死死咬着唇不肯喊我开门。快叫，不然现在就把你推上去垫背！丁伟揪住他的头发，眼神凶狠的像饿狼。人群里一片死寂，没人敢替他求情，反而有人催促：别磨蹭，要么让秦风开门，要么就炸。他们眼里只有物资，柳如烟的性命在他们看来不过是谈判的筹码。我指尖翻飞，迅速按下第2道防爆开关，阳台顶部突然降下一层加厚合金隔层，与之前的挡火形成双重防护，同时高压水力喷射而出，直接浇灭了即将触碰到炸药的武器。滋啦一声，火花熄灭，只留下一缕青烟在风雪中消散。又坏老子好事！丁伟气急败坏，抬脚踹向合金隔层，却被反弹的力道震得后退几步。他身边的同伙见状，突然掏出一把匕首，抵在柳如烟的脖颈上。秦风，你再不出来，我们就杀了他！你不是需要医疗援助吗？没了他，你受伤了就是死路一条。这话瞬间点醒了人群，有人立刻附和：对，杀了他，让秦风尝尝失去倚仗的滋味。反正他也没用了，不如换个机会闯进去。这些人前一秒还盼着柳如烟能帮他们求来物资，下一秒就为了利益毫不犹豫的要牺牲他。柳如烟挣扎着，脖颈被匕首划出一道血痕，鲜血滴落在雪地上，瞬间冻成冰晶。我看得瞳孔骤缩，举着手弩对准了那个持刀的同伙，却突然发现人群后方出现了骚动，几个之前躲在后面的邻居竟然偷偷绕到堡垒侧面，手里拿着撬。趁乱拉开墙口空隙，他们以为我注意力全在柳如烟身上，就能乘虚而入。可他们不知道，这座堡垒的每一处缝隙都做了加固处理，甚至埋了微型感应装置。就在他们的撬棍刚碰到墙体时，侧面的隐蔽射击突然弹出，我早已提前装填好的弩箭瞬间射穿了最前面那人的手腕。惨叫声响起，那人手里的斧头掉落，手腕鲜血喷涌。可其他人非但没有退缩，更加疯狂地扑上去，想踩着他的尸体继续挖掘。快吧，秦风顾不上这边，挖开就是活路。丁伟见状也顾不上柳如烟，大喊着：“大家一起上！他只有一个人，撑不了多久。”人群像疯了似的，一边有人继续围攻阳台，一边有人扑向侧面墙体，甚至有人开始互相推搡踩踏，只为抢占最佳位置。柳如烟趁丁伟分神，猛地推开身边的壮汉，朝着楼梯口跑去。可没跑几步，就被另一个邻居绊倒在地。那人扑上去，死死按住他。别跑，你还能换物资。我刚想再射一箭解围，突然听到堡垒内部传来轻微的警报声，侧面墙体的感应装置检测到剧烈撞击。我立刻启动应急供电方案，切断非核心区域电源，确保防御系统稳定运行。所谓的温度下降，不过是我预设的假象，目的就是让这群贪婪之徒放松警惕。而人群中，丁伟已经重新点燃了另一根引线，这一次他把炸药绑在了那个被射穿手腕的人身上，推着他往合金隔层撞去。秦风，这一次我看你怎么打！警报声刚响，我嘴角就勾起一抹冷笑，这根本不是故障，而是我预设的引蛇出洞程序。所谓温度下降，不过是控制台的虚假显示，目的就是让这群贪婪之徒以为我已自顾不暇。丁伟推着绑满炸药的伤者往合金隔层撞来，那人满脸绝望的哭喊：“丁伟，你不是人！”可丁伟只一脚踹在他后背，眼里只剩疯狂。能换物资算你积德。就在炸药即将撞上隔层的瞬间，我按下了隐藏开关，合金隔层突然通电，蓝色电流瞬间裹住炸药包，引线滋啦一声被熔断，同时隔层表面弹出细密的吸附装置，将炸药牢牢粘住。这层隔层不仅防爆，还能导电磁吸，正是为应对这种极端情况设计。怎么可能？丁伟瞪圆了眼，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没给他反应时间，指尖切换操控面板，侧面墙体的射击孔瞬间全部弹出，早已备好的箭如雨般射出，精准命中了没有致命，却足以让他们失去行动力。惨叫声此起彼伏，之前扑在墙体上的人纷纷倒地，互相堆叠，没人再敢往前冲。这波打脸来得又快又狠，彻底击碎了他们秦风撑不住的幻想。另一边，按住柳如烟的邻居还想把他拖回去，我瞄准他的肩膀扣动扳机，弩箭擦着他的耳朵飞过，定在旁边的墙上，箭尾嗡嗡作响。那人吓得浑身一颤，手一松，柳如烟立刻爬起来。我对着他大喊：“往左跑3步，踩下地面的金属踏板。”柳如烟反应极快，瞬间冲到指定位置，用力踩下踏板。一道隐蔽的合金滑梯突然从楼梯侧面弹出，他顺势滑了下来，滑梯末端直接连通堡垒的应急入口。我按下开门按钮，柳如烟踉跄着冲进屋内，我立刻关闭入口，将外面的嘶吼隔绝在外。谢谢你。柳如烟喘着气，脸上还沾着血沫，脖颈的血痕格外醒目。我递给他急救包，目光重新投向窗外。丁伟看着炸药失效，柳如烟被救，彻底红了眼。他掏出藏在怀里的最后一个小型炸药包，想自己冲过来，却被身边的同伙死死拉住。疯了吗？我们根本冲不进去。是啊，他的房子根本打不破。这些人刚才还喊着一起上，此刻却纷纷退缩，之前的疯狂荡然无存。丁伟甩开他们的手，嘶吼着：“你们不敢，我来！”可他刚迈出一步，就被脚下冻住的汽油滑倒，手里的炸药包飞了出去，落在人群中。快跑！有人大喊，人群瞬间溃散，互相推搡踩踏。刚才还团结抢粮的同伙，此刻只顾着自己逃命，甚至有人为了躲开炸药，把身边的人推到前面当挡箭牌。炸药包轰的一声炸开，威力不大，却将血沫炸得漫天飞舞。等烟尘散去，楼道里只剩几个倒地哀嚎的伤者和散落的工具。丁伟趴在雪地里，腿被倒塌的杂物压住，动弹不得。我走到射击孔前，看着外面狼奔使突的身影，冷冷开口：“我的物资你们不配碰，这座堡垒你们也攻不破。”就在这时，柳如烟突然指着监控屏幕：“看，楼道尽头有动静。”我转头望去，只见几个没来得及逃跑的邻居，竟然偷偷摸向丁伟，想抢走他身上最后一点干粮。人性的贪婪，即便在绝境中，也从未停止。而被压住腿的丁伟，看着扑过来的同伙，眼里满是绝望。他终于尝到了自己种下的恶果。
丁伟被倒塌的杂物压住右腿，骨头碎裂的声响混着风雪传来。那几个扑过来的邻居根本没管他的哀嚎，直接扯开他的口袋，把最后半包压缩饼干抢得一干二净。其中一个瘦猴似的男人甚至抬脚踩在他的伤腿上，狞笑道：“丁哥，当初你抢我们物资的时候，可没手下留情。”丁伟疼得浑身抽搐，眼里满是怨毒与绝望，却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风雪越急，他裸露在外的皮肤很快结上白霜，呼救声越来越微弱，最终被漫天风雪吞没。这个曾经煽动众人抢粮的始作俑者，最终死于自己纵容的贪婪，成了末世里又一缕无足轻重的冤魂。我收回目光，转身看向柳如烟，她已经处理好脖梗的伤口，正站在监控屏幕前，眼神平静地看着楼道里互相争抢的残兵，没有同情，只有一丝了然。谢谢你救了我。他先开口，语气冷静：“我的医疗技能能为你所用，只要你提供安全和物资，我可以听从你的安排。”我点点头，走到控制台前，调出堡垒的医疗区画面。这里有齐全的医疗设备和药品，从今天起，你负责堡垒的医疗保障，包括处理可能出现的外伤、预防感染，还有物资里的药品管理。我语气不容置疑，你的职责是服从我的指令，不该问的别问，不该做的别做，只要你恪尽职守，我保证你在堡垒里的安全以及充足的物资供应。柳如烟没有异议，只是微微颔首。明白，需要我现在就盘点药品库存吗？不急，我抬手阻止他，调出外部全景监控，先适应堡垒的环境，熟悉各个区域的位置。另外，我会给你设置专属权限，仅限医疗区和你的休息间，其他区域禁止擅自进入。他顺从地跟着我参观堡垒，从恒温仓库到发电室，再到武器储存区，眼神里没有贪婪，只有对堡垒坚固程度的惊叹。路过物资区时，他甚至没有多看一眼堆积如山的食物，只专注地记着路线。这份克制让我多了几分认可。就在我们走到监控中心时，屏幕突然弹出警报，画面切换到小区大门方向。柳如烟瞳孔微缩，那是什么？我盯着屏幕，眉头紧锁。只见十几辆改装过的雪地车正朝着云海庄园驶来，车身上插着黑色旗帜，上面画着滴血的镰刀。更让人警惕的是，每辆车上都架着改装的重型武器，车后还跟着几十个穿着统一防寒服的人，步伐整齐，一看就是有组织的势力。是镰刀帮，我沉声道。之前在卫星电话里听过这个团伙的传闻，他们专挑有物资的堡垒抢劫，手段比丁伟这群散兵游勇狠辣百倍。他们盯上这里，柳如烟的脸色瞬间凝重起来，而我看着越来越近的雪地车，指尖已经按在了武器操控面板上，一场比之前更惨烈的攻防战即将打响。丁伟的哀嚎最终消散在零下180度的严寒中，他冻僵的身体蜷缩在楼道角落，双眼圆睁，还残留着被同伙背叛的怨毒。镰刀帮的雪地车碾过楼道入口时，没人在意这具早已失去温度的尸体，车轮直接从他腿上压过，零星碎裂的空气轻得像雪花落地。这个煽动自相残杀的始作俑者，最终只落得个被风雪掩埋、被强权践踏的下场，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监控屏幕里，镰刀帮的人马已经开始围拢庄园。我转头看向柳如烟，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现在分配你的第一个任务。”柳如烟立刻站直身体，眼神专注，请指令。半小时内盘点完所有医疗物资，按外伤、感染、急救分类归档，列出短缺清单。我调出医疗区的电子台账，另外制定一份堡垒内应急医疗方案，包括武器伤处理、低温冻伤救治，还有发电机故障时的备用医疗电源使用流程。明白。柳如烟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就往医疗区走去，脚步利落，没有多余的动作。路过物资区时，他甚至没有抬头看一眼堆积如山的食物，只专注于手头的任务。这份拎得清的专业与克制，正是我需要的下属素养。我留在监控中心，紧盯镰刀帮的动向。他们果然比丁伟这群散兵游勇狠辣得多。几辆雪地车停在庄园，重型改装武器对准了堡垒的外墙，还有几个人背着炸药包，正试图从地下车库的通风口潜入。医疗物资盘点完毕，外伤药充足，抗生素剩余87%，短缺冻伤专用药膏和便携式除颤仪。柳如烟的声音通过内部通讯器传来，语速平稳。应急医疗方案已发送至你的控制台，备用电源可维持医疗区设备运行72小时。我扫了一眼方案，逻辑清晰，重点突出，完全符合要求，很好。现在去医疗区待命，记住保护好自己。收到。通讯器里传来笔纸翻动的声响，柳如烟已经开始准备应急医疗包。就在这时，监控屏幕突然闪过一道火光，镰刀帮竟然用重型穿甲弹轰击堡垒外墙。虽然20厘米厚的军工合金墙纹丝不动，但剧烈的震动让控制台的指示灯闪烁了几下。地下车传来了炸药爆破的闷响。报告，地下车库通风口防护门遭爆破，有3人潜入，正往发电机房移动。柳如烟的声音突然变得急促，她显然通过医疗区的监控看到了异常。我指尖迅速切换操控面板，地下车库的红外感应画面弹出，3个黑影正猫着腰，手里拿着切割工具，目标明确，他们想破坏发电机，让堡垒陷入断电危机。而庄园外，更多的雪地车正在集结，镰刀帮的首领站在最前面，举着扩音喇叭喊话，声音透过风雪传进堡垒。前方10项的开门限粮，否则我炸了你的发电机，让你和你的女人一起冻成冰雕。我冷笑一声，按下了地下车库的防御开关。通讯器里传来柳如烟的询问：需要我协助吗？待在医疗区，看好监控，随时汇报情况。我盯着屏幕上潜入的黑影，指尖已经移向了军用手弩的遥控发射按钮。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劫匪，还不知道自己闯进了怎样的死亡陷阱。而此时，潜入发电机房的3人已经摸到了第一道防护门，他们手里的切割工具开始发出刺耳的声响，却没发现门后的阴影里，几只带破伤风涂层的弩箭早已对准了他们的必经之路。切割工具的刺耳声响刺破地下车库的寂静，那3人弓着腰，满脸贪婪地盯着发电机房的防护门，丝毫没察觉头顶的通风管道里3支弩箭已悄然对准他们的后心。快些搞定发电机里面的物资，就都是咱们的。领头的壮汉压低声音，手里的切割器喷出火星，在合金门上划出一道浅痕。可没等他得意，我按下了遥控发射键，3支弩箭破空而出，精准穿过3人之间。
他们惨叫着倒地，切割器摔在地上，火星溅到冻硬的汽油上，燃起一簇微弱的火苗，很快又被通风系统的冷气扑灭。怎么回事？庄园外的镰刀帮首领通过对讲机听到惨叫，暴怒的一拳砸在雪地车方向盘上，他挥手，2辆雪地车立刻调转炮口，重型穿甲弹第二场。剧烈的震动让监控中心的指示灯疯狂闪烁，柳如烟的声音通过通讯器传来，语气依旧沉稳。报告，外墙合金层无破损，但发电机房附近的温度传感器出现短暂失灵，医疗区备用电源已自动启动。密切监控传感器数据，有异常立刻汇报。我一边回应，一边切换操控面板，启动地下车库的困兽装置。地面突然弹出密密麻麻的金属尖刺，导致3人试图爬行，脚掌瞬间被刺穿，鲜血在低温下凝成暗红的冰刺，哀嚎声越发凄厉。庄园外的首领见潜入失败，彻底红了眼。给我用火箭筒，炸不开墙就炸塌楼梯。一枚火箭弹拖着火光射向楼道入口。积雪漫天飞溅，楼道底部的水泥纷纷掉落，却被堡垒外部的合金防护网稳稳接住。首领看着纹丝不动的堡垒，气得暴跳如雷，又下令让手下往通风口灌低温液氮，想冻裂内部线路。报告，地下车库通风口检测到液氮入侵，温度骤降至零下220度，部分线路结霜。柳如烟及时汇报，是否启动除霜系统？不用。我冷笑一声，按下另一个开关，让他们尝尝自食其果。地下车库的通风系统突然反向运转，灌入的液氮被强行倒抽回去，顺着通风管道喷向外面的镰刀帮成员。惨叫声瞬间响起，几个正往通风口灌液氮的人脸上、手上瞬间结满白霜，皮肤冻结开裂，纷纷倒地哀嚎。首领看着眼前的惨状，眼神里终于露出一丝恐惧。可就在这时，他突然从雪地车里拖出一个黑色箱子，打开后，里面竟是一枚小型低温炸弹。这种炸弹能瞬间制造零下300度的极寒，足以让合金变脆开裂。秦风，我看你这次怎么挡！首领嘶吼着按下引爆器，炸弹被抛向堡垒的阳台方向。柳如烟的声音瞬间急促，炸弹距离阳台不足50米，预计3秒后落地。我指尖翻飞，正准备启动终极防御屏障，却突然发现监控画面里柳如烟的休息间方向，一道隐蔽的黑影正悄悄触碰医疗区的核心控制台，有人趁乱潜入了堡垒内部。3秒倒计时在控制台屏幕上疯狂跳动，低温炸弹拖着微弱的白霜轨迹直奔阳台而去。我指尖死死按在终极防御屏障的开关上，目光却死死锁定医疗区的监控画面。那道黑影穿着破旧的防寒服，身形佝偻，正是之前偷偷绕去堡垒侧面挖墙的邻居老六。他居然没死，还趁乱从通风口的缝隙钻了进来，目标直指医疗区的核心控制台。柳如烟，立刻撤离医疗区，去安全通道待命。我对着通讯器嘶吼，同时按下屏障开关。阳台外瞬间升起一组半透明的能量护盾。低温炸弹在护盾外炸开，极寒气流瞬间将护盾冻成白色冰块，又在0.5秒后被护盾的热能系统融化。蒸腾的白雾混着风雪，在窗外形成一道短暂的冰雾墙。通讯器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柳如烟的声音带着喘息，却依旧镇定。报告，我已撤离医疗区，老六正在篡改医疗区的权限密码，他想切断备用电源。我冷笑一声，老六果然是有备而来。之前他跟着丁伟抢粮时，就一直躲在后面观察，想必是记下了堡垒的通风口位置，还摸清了医疗区与备用电源的关联。这小子藏得够深，之前的懦弱全是伪装。启动医疗区紧急锁闭程序，断了他的退路。我指尖在操控面板上翻飞，再把医疗区的温度调至零下50度，给他点教训。监控画面里，老六刚敲下最后一个密码，医疗区的合金门突然自动关闭，将他困在里面。紧接着，冷气开始疯狂涌入，他身上的破旧防寒服根本抵挡不住，瞬间冻得瑟瑟发抖，手指僵硬的再也按不动控制台按钮。秦风，放我出去，我跟你合作。他疯狂拍打合金门，声音嘶哑。我懒得理会，转头看向外部监控。镰刀帮首领见炸弹失效，眼神里的疯狂更甚，又从雪地车里揪出一个人，竟是之前抢丁伟饼干的瘦猴。秦风，你再不开门，我就把他扔去喂雪狼。首领举着枪顶在瘦猴的太阳穴上，瘦猴吓得魂飞魄散，哭喊着：“秦哥，救我！我知道镰刀帮的秘密，我帮你对付他们。”人群里的幸存者见状，纷纷往后缩，没人敢出头。末世里，背叛与被背叛早已成了常态，没人会为了一个陌生人赌上自己的性命。就在这时，通讯器里传来柳如烟的声音：“报告，医疗区温度已降至零下60度，老六失去行动能力，是否需要派人控制？”不用，我盯着屏幕里还在挣扎的老六，让他冻着，等解决了外面的麻烦再处理。可没等我部署下一步，控制台突然弹出红色警报，堡垒的备用电源居然真的被切断。我瞳孔骤缩，转头看向医疗区监控，老六已经倒在地上，嘴角却挂着诡异的笑容。而柳如烟的声音再次传来，带着一丝惊慌：“不是老六，我在安全通道发现了另一个人，他身上有镰刀帮的标志。”画面切换到安全通道，一个穿着黑色防寒服的男人正举着匕首冲向柳如烟，匕首上还沾着暗红色的血迹，显然他才是镰刀帮安插的真正内应。老六不过是个吸引注意力的诱饵。外部，镰刀帮的火箭筒再次对准了堡垒外墙，内部，柳如烟正与内应缠斗，备用电源被切断，终极防御屏障的能量正在快速流失。我刚要转身去支援柳如烟，控制台的屏幕突然黑了一半，这是我预设的诱敌模式启动信号，就是为了让镰刀帮和内应收敛警惕，彻底暴露底牌。控制台黑屏的瞬间，我非但没有慌乱，反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指尖在面板下方的隐蔽按键上轻轻一按，原本漆黑的屏幕突然亮起，一行诱敌模式以激活的绿色字样闪烁其间。所谓的防御崩溃、电源切断，全是我预设的陷阱，目的就是让镰刀帮和内应收敛警惕，彻底暴露底牌。柳如烟，蹲下！我对着通讯器大喊，同时按下遥控反击开关。安全通道内，那名镰刀帮内应的匕首刚要刺中柳如烟，头顶突然弹出2道金属枷锁，精准锁住她的手腕。柳如烟反应极快，顺势侧身躲闪，同时抬脚踹在她的膝盖后弯。内应惨叫着跪倒，匕首当啷落地。
而通道两侧的射击孔瞬间弹出，弩箭直指他的要害。我快步赶到安全通道时，柳如烟正站在原地喘气，脸颊因急促呼吸泛起红晕。看到我进来，他眼中闪过一丝安心，却还是立刻站直身体。报告内应已被控制。我没回应，先上前检查他有没有受伤。指尖不经意擦过他冻得微凉的脸颊，他身体微僵，耳尖悄悄泛红。没事吧？我语气不自觉放柔了几分。没事。他避开我的目光，低头看向地上的内应。他身上有镰刀帮的加密通讯器。我捡起通讯器，随手捏碎，转头看向监控。外部的镰刀帮首领见堡垒崩溃，正指挥手下冲锋，10几名成员扛着炸药包往上抬冲，重型武器也再次对准了外墙。好戏该收场了，我按下终极反击按钮。下一秒，堡垒外墙突然弹出数十个隐蔽炮口，高压电流与液弹混合，电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冲锋的镰刀帮成员。他们瞬间被冻成冰雕，又被电流击碎，冰晶混着鲜血溅落在雪地里，触目惊心。阳台顶部的遥控弩箭阵同时启动，密集的弩箭如暴雨般射向雪地车，轮胎、引擎接连被击穿，雪地车纷纷熄火，变成一堆废铁。怎么可能？首领看着眼前的惨状，目眦欲裂。他刚想下令撤退，堡垒底部突然喷出一圈高温火焰，瞬间融化了周围的积雪，形成一片滚烫的水洼，又在极寒中迅速结冰，变成光滑的冰面。剩下的镰刀帮成员脚下一滑，纷纷摔倒，被后续的弩箭精准命中。短短5分钟，镰刀帮死伤过百，原本嚣张的冲锋变成了仓皇逃窜。首领被几个手下护着，跳上最后一辆完好的雪地车，临走前对着堡垒嘶吼：“秦风，你给我等着，我会带重型机甲回来，把你的破堡垒碾成粉末！”雪地车消失在风雪中，留下满地的尸体和废铁。我收回目光，启动堡垒的自动清理系统，外部的冰雕与残骸会被机械臂拖走，彻底清理痕迹。回到监控中心，柳如烟已经泡好了2杯热姜茶，递过来1杯，喝点暖暖身子。刚才的反击，你早有准备。这座堡垒从建造之初就没打算被动防御。我接过姜茶，指尖传来温热的触感。所谓的漏洞，都是引他们上钩的诱饵。他捧着杯子，眼神里带着几分敬佩。难怪你那么有底气。说话时，他的目光落在我刚才为了赶去救他，被墙角划伤的手臂上。你的手臂受伤了，我帮你处理一下。不等我回应，他已经转身去拿医疗包，纤细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为我消毒、包扎，动作轻柔，鼻尖偶尔会不经意地擦过我的手臂，带来一阵细微的痒意。包扎完，他抬头看我，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好了，伤口不深，但要注意别沾水。我点点头，刚想开口，监控屏幕突然弹出一条卫星信号预警，是一段加密信息，发信人未知，内容只有短短1行：镰刀帮背后有冰原帝国支持，3天后将有重武器增援。我握紧手中的姜茶，眼底闪过凝重。柳如烟也看到了信息，脸色瞬间严肃起来。风雪依旧狂舞，而一场更大的危机已经在暗中逼近。风雪卷着冰粒，在堡垒的合金墙外撞得粉碎。控制台的监控刚扫过镰刀帮撤离的痕迹，一道佝偻的身影就出现在了楼道入口，是之前没来得及逃跑的邻居王浩。他裹着破烂的棉袄，冻得浑身发紫，怀里还死死拽着一个女孩。女孩的羽绒服单薄，脸颊冻得惨白，眼神里满是惊恐与屈辱。秦风，秦哥，求你开门！王浩的声音嘶哑的像破锣，隔着风雪传进来。我知道错了，之前不该跟着丁伟抢粮，我把她带来了。她是我女朋友林夕，长得好看，还会干活，我把她献给你，求你给我们一口吃的。他说着，猛地把林夕往前推了一把，女孩踉跄着撞在冰冷的合金门上，发出闷响。王浩的眼神里没有半分心疼，只有卑微的祈求。秦哥他很听话，能洗衣做饭，还会整理东西，你留下他就当多养个佣人，求你别让我们冻死饿死。我盯着监控屏幕，指尖敲击着控制台，面无表情。柳如烟站在我身边，眉头紧锁，看着林夕冻得发颤的模样，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忍，却没说话。末世里这样的交易早已不算罕见，怜悯换不来生存。你凭什么觉得我会要一个累赘？我启动远程喊话装置，声音冷得像冰。你的命在我眼里一文不值，他也一样。王浩急得跪倒在雪地里，额头重重磕在结冰的地面上，发出咚咚的声响，很快就磕出了血。秦哥他有用，他之前在超市做过理货员，能把物资整理得清清楚楚，还会简单的伤口包扎。我发誓，只要你留下他，我立刻滚，绝不纠缠。林夕猛地抬起头，挣脱了王浩的手，眼神里没有了刚才的惊恐，反而多了几分倔强。我不用他献秦风，我可以用劳动换生存，我会分类物资，清点库存，还能帮柳医生打下手做医疗辅助。只要你给我一口吃的，让我待在堡垒里，我什么都愿意做。他的声音不算大，却穿透了风雪，眼神直直盯着监控镜头，没有卑微的祈求，只有冷静的谈判。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冻得红肿，却依旧紧紧攥着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封面上写着物资台账4个字，那是他之前在超市工作时用的。柳如烟，去西侧安全通道，带他进来，仔细检查。我收回目光，指尖在控制台上轻点，打开了安全通道的第1道门。记住，全程监控，别让他碰任何核心区域。柳如烟应声而去，很快就带着林夕走进了监控中心。女孩身上还带着寒气，却主动站在指定区域，没有四处张望，只是把那个笔记本递了过来。这是我之前记的物资分类方法，末世后我也整理过自己找到的少量物资，不会出错。我翻开笔记本，上面的字迹工整，分类清晰，从食品保质期到日用品规格都记得明明白白。柳如烟也检查完毕，低声汇报：体表有轻微冻伤，没有携带武器，身体状况基本良好。王浩还在外面哭喊，我直接关闭了远程喊话，对着林夕冷声开口：从今天起，你加入我的团队，负责物资区的整理、分类和库存台账登记，协助柳如烟进行医疗辅助工作。我顿了顿，目光锐利，堡垒里的规矩，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碰的别碰，所有行动必须报备，做得好，我保证你有吃有穿，绝对安全。敢耍花样，后果你清楚。林夕用力点头，眼神里闪过一丝庆幸，还有一丝坚定。
定。我明白，我一定守规矩，好好做事。柳如烟主动递过一杯热姜茶，又拿出冻伤药膏，先暖暖身子，把冻伤处理一下。物资区的位置，我带你去熟悉。台账的电子模板，我稍后发你。林夕接过姜茶，指尖传来的温热让他微微颤抖。他对着柳如烟轻声道谢，眼神里有了几分放松。我看着他跟着柳如烟走向物资区的背影，注意到他走路时左脚微微跛，却刻意掩饰着，那是冻伤留下的痕迹，也是末世给他刻下的烙印。就在这时，监控屏幕突然捕捉到王浩的动作，他见林夕被带进去，脸上的卑微瞬间变成了怨毒，转身消失在风雪中，嘴里还念念有词，像是在咒骂什么。我冷笑一声，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根本不值得在意。可没过多久，林夕突然从物资区跑了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金属盒子。秦风，这个是我刚才在自己的旧背包里找到的，之前忘了交给你检查。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枚小小的电子元件，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这是我爸留下的，他是电子工程师，我跟着学过一点基础的电路维修。林夕的声音带着几分紧张。这个元件能用来检测线路故障，或许能帮上忙。我拿起那枚电子元件，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柳如烟也凑了过来，低声道：“他刚才整理物资时很细心，连过期1天的压缩饼干都挑了出来，还主动问我医疗物资的分类标准。”我抬眼看向林夕，他的眼神坦诚，没有丝毫躲闪。末世里，坦诚和细心已是难得的品质。我把电子元件放回盒子，递给他，暂时由你保管。后续如果堡垒的电子系统需要简单维护，你可以试试。林夕的眼睛亮了起来，用力点头。好，我一定好好学，不辜负你的信任。就在他转身要回物资区时，控制台突然弹出警报，屏幕切换到庄园外围，王浩刚才消失的方向出现了几个模糊的黑影，正朝着镰刀帮撤离的方向移动，手里还举着一块反光的金属片，像是在传递信号。我瞳孔骤缩，林夕也看到了屏幕，脸色瞬间发白。他这是要去给镰刀帮报信。柳如烟立刻握紧了手里的医用剪刀，眼神警惕。我盯着那些黑影，指尖已经按在了防御系统的开关上。王浩的背叛来得比我预想的还要快，而林夕站在一旁，眼神里满是震惊与羞愧，双手紧紧攥成了拳头。睁开眼，恒温28度的空气裹着淡淡的麦香涌过来。走到客厅，透过开放式厨房的玻璃门，能看到柳如烟正站在灶台前忙碌，浅蓝色的家居服衬得她神色柔和。林夕则在旁边帮忙，踮着脚把烤好的吐司摆到盘子里，两人低声说着话，笑声轻得像羽毛。醒了。柳如烟回头看我，手里还拿着煎锅。等2分钟，早餐就好。林夕也转过头，脸上带着腼腆的笑。秦哥，我烤了吐司，还热了牛奶。柳医生在煎蛋，都是你喜欢的半熟溏心的。我走到餐桌旁坐下，看着桌上整齐摆放的餐具和温热的牛奶杯，心里泛起一丝久违的暖意。末世前，我从未有过这样安稳的早餐时光。末世后，在这座钢铁堡垒里，却有了这样片刻的温馨。早餐时，我们没聊防御，也没提危机，只说些轻松的话题。林夕说起他以前在超市工作时，最喜欢整理零食区，总能第一时间发现新上架的巧克力。柳如烟则分享了他大学时的趣事，说自己第一次解剖实验，紧张得手都在抖。我偶尔搭几句话，看着他们脸上放松的笑容，指尖的暖意慢慢蔓延到心底。吃完早餐，我们按分工忙碌，却少了之前的紧绷。我守在监控中心，没有急着检查防御系统，反而先调出了庄园外围的全景画面。外面依旧是漫天风雪，零下180度的严寒把整座城市冻成了冰。曾经车水马龙的街道被10几米厚的积雪掩埋，只露出几节扭曲的路灯杆，像冰封的骸骨。远处的高楼一半陷在雪地里，玻璃幕墙早已碎裂，露出黑洞洞的窗口，像怪兽的眼睛。监控镜头扫过隔壁几栋楼，画面里的景象触目惊心。有几户人家的窗户被砸破，积雪涌进屋内，隐约能看到蜷缩在角落的人影，一动不动，不知是生是死。楼下的空地上，几个衣衫褴褛的邻居正围着一块冻硬的面包争抢，有人摔倒在雪地里，立刻被其他人踩过，积雪上留下暗红的血迹，很快又被新的雪花覆盖。我还看到了之前跟着丁伟抢粮的几个邻居，他们蜷缩在楼道口的避风处，身上裹着破旧的毯子，互相依偎着取暖，脸色冻得青紫，眼神空洞。其中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孩子的哭声微弱的像小猫，她却只能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勉强温暖他，连一点吃的都拿不出来。没有食物，没有温暖，没有希望，这就是外面邻居们的现状。我收回目光，心里没有怜悯。末世里，怜悯救不了别人，反而会拖累自己。但看着监控里那抹小小的身影，还是忍不住皱了皱眉。秦哥物资区整理的差不多了，这是最新的台账。林夕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他抱着台账本走进来，额角带着细密的汗珠。我把即将过期的物资单独放在了靠近门口的货架，还贴了红色标签，一眼就能看到。我接过台账，刚翻开，柳如烟就端着2杯热姜茶走了进来，递给我们每人1杯。外面天寒地冻，喝点姜茶暖暖身子。林夕，你的冻伤还没好透，等下忙完来，医疗区会再给你换次药。谢谢柳医生。林夕接过姜茶，指尖拢在杯壁上，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他低头翻看着台账，突然指着其中一页说：“秦哥，我发现咱们的维生素片还很充足，要不要？”他话说到一半就停住了，大概是想到了外面的邻居，眼神里闪过一丝犹豫。我明白他的意思，却摇了摇头。堡垒里的物资优先保障我们自己，外面的人我们管不了，也不能管。林夕低下头，轻轻嗯了一声，没有再说话。但我看到他把台账本攥得很紧。柳如烟轻轻碰了碰他的胳膊，低声说了句：“我明白你的心情。”语气里带着理解。下午的时候，林夕突然提出要给物资区做分类标签，用不同颜色区分食品、日用品和医疗物资。柳如烟主动过去帮忙，两人坐在物资区的地板上，一边裁剪卡纸，一边低声聊天。我走到门口看了一眼，林夕正拿着彩笔在卡纸上写字，柳如烟在旁边帮他递胶水，阳光透过防弹玻璃落在他们身上，镀上一层暖金色的光晕，画面安静又温暖。我转身回到监控中心，再次看向外面的世界。风雪小了一些，几只雪狼在废墟旁游荡，它们的皮毛被冻得僵硬，却依旧睁着饥饿的眼睛，盯着楼道的那些虚弱的邻居。在这片冰封的末世里，人类和野兽都在为了活下去拼尽全力。
傍晚时分，我们3人一起准备晚餐。林夕主动承担了做饭的任务，柳如烟在旁边帮忙洗菜，我则负责把冻硬的牛排解冻。厨房里弥漫着食物的香气，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他们的聊天声交织在一起，成了末世里最动听的旋律。晚餐很丰盛，有煎的滋滋冒油的牛排，有加热的蔬菜罐头，还有林夕特意煮的番茄鸡蛋汤。我们围坐在餐桌旁，一边吃饭一边聊着天。林夕说起他父亲，说父亲以前总教他做电子元件，还说以后要带他去看极光。柳如烟则说起自己的家人，语气里带着怀念，说末世前他每周都会回家陪父母吃饭。我安静的听着，偶尔给他们添点汤。窗外的风雪又大了起来，河津墙外传来呜呜的风声，像野兽的嘶吼，可屋内的温暖却驱散了所有寒意。吃完饭，林夕主动洗碗，柳如烟帮我整理监控数据。我站在窗边，看着外面漫天风雪，又回头看了一眼厨房和监控中心里忙碌的身影，心里突然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这座钢铁堡垒不再只是冰冷的防御工事，因为有了它们，竟有了家的温度。就在这时，监控屏幕上突然闪过一个小小的身影，我凑近一看，是白天那个被母亲抱在怀里的孩子，不知什么时候从楼道里跑了出来，跌跌撞撞地朝着堡垒的方向走来。小小的身影在漫天风雪中格外显眼。他的母亲很快追了出来，一边哭喊着孩子的名字，一边在雪地里奔跑，却因为寒冷和饥饿脚不踉跄，很快就摔倒在地。我皱紧了眉头，指尖下意识地放在了控制台的按钮上。身后的柳如烟和林夕也注意到了监控画面，快步走了过来，脸色都沉了下来。林夕的声音带着急切：“他还那么小，这么冷的天会冻坏的。”柳如烟也皱着眉：“他母亲追出来了，看样子快撑不住了。”窗外那个小小的身影还在朝着堡垒走来，风雪已经把他的头发和眉毛冻成了白色。他的母亲趴在雪地里，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怎么也起不来，只能绝望的哭喊。我盯着监控画面，心里纠结起来：开门可能会引来麻烦，不开门那个孩子……我指尖悬在控制台上，迟迟没有落下。窗外的风雪卷着冰粒，狠狠砸在防弹玻璃上，发出细碎的声响。那个小小的身影已经走不动了，蹲在雪地里，小小的肩膀不停发抖，嘴里含糊地喊着妈妈。他的母亲还趴在雪地里，挣扎着伸出手，却连靠近孩子的力气都没有，哭声被风雪撕得支离破碎。他会冻死的。林夕的声音带着哭腔，指尖紧紧攥着衣角。秦哥，我们哪怕只给他们一点吃的，一件厚衣服也好啊。柳如烟的眉头皱得更紧，语气里带着医者的本能。孩子的体温下降得很快，再这样下去，就算不饿死，也不动败放弃。他母亲看着像是低血糖加上冻伤，再不救治撑不了多久。我看着监控里那2抹脆弱的身影，又回头看了看身后温暖的客厅，餐桌上还留着晚餐的余温，墙边的暖灯散发着柔和的光。柳如烟和林夕的脸上满是担忧。末世里，我早已习惯了冷漠，可这一刻，看着那个和末世前邻居家孩子差不多大的身影，心里某个坚硬的角落还是软了一下。不能开门，我沉声道，语气却比之前缓和了几分，但可以试试远程递物资。我走到控制台前，按下了堡垒侧面的一个隐蔽开关，那是我建造堡垒时预留的应急物资投放口，只能从内部打开，外部无法通过这里入侵。投放通道还加装了防冻密封层。我让林夕去物资区拿2件零下200度级别的防寒服，2包压缩饼干和1瓶温水。柳如烟则快速准备了1小瓶葡萄糖注射液和冻伤药膏，还特意用保温袋包裹好，防止低温失效。林夕跑得很快，几分钟就抱着东西回来，小心翼翼地把物资放进投放口。我按下按钮，投放口的合金小门缓缓弹出，将物资平稳送出去，刚好落在离孩子不远的雪地里，避开了可能的陷阱触发区。去拿吧，那里有吃的和衣服。我启动远程喊话装置，声音放轻了几分，同时通过监控紧盯周围动静，随时准备启动防御。孩子听到声音，抬起冻得发白的小脸，看到投放口送出的物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他踉踉跄跄地跑过去，笨拙地抱起防寒服和食物，又跌跌撞撞地跑回母亲身边，试着把衣服往母亲身上披。他的母亲终于挣扎着爬了起来，紧紧抱住孩子。看到物资时，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对着堡垒的方向不停磕头，嘴里喊着谢谢，声音嘶哑却充满感激。他快速给孩子穿上防寒服，拧开温水喂了2口，又把葡萄糖注射液倒进孩子嘴里，自己则只咬了1小口压缩饼干，便把剩下的小心收好。林夕看着监控画面，眼眶红红的，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太好了，他们有救了。柳如烟也松了口气，轻声道：希望他们能撑过这一晚。我没说话，只是盯着监控画面，直到那对母子蜷缩回楼道口的避风处，才按下按钮关闭投放口，同时加强了外围的电磁预警。刚才的善意必须点到为止，末世里一次心软就可能引来无休无止的麻烦。我收回目光，指尖在控制台上轻点，调出楼道口的特写监控。那对母子依偎在一起，孩子已经睡着了，母亲靠在冰冷的墙壁上，眼神警惕地扫视着周围，手里紧紧攥着剩下的压缩饼干。监控镜头扫过其他区域，那些蜷缩在楼道口的邻居果然注意到了刚才的动静，有人露出羡慕的神色，有人眼神闪烁，显然在盘算着什么。之前跟着丁伟抢粮的那个瘦高个甚至站了起来，朝着堡垒的方向张望，眼底的贪婪几乎要溢出来。他大概觉得只要装可怜，就能从这里拿到物资。我冷笑一声，按下投放口的锁定按钮，同时启动了外围防护栏的低功率预警电弧，蓝色的微光在血液里闪烁，无声的警示着别有用心之人。刚才的帮助已经是我能给出的最大让步。我转头对林夕说，末世里善良是最昂贵的奢侈品，一次心软就可能引火烧身。林夕点点头，擦了擦眼角的泪。我知道了，秦哥以后不会再随便提议送物资了。柳如烟走过来，递给我一杯热姜茶，喝点暖暖身子。刚才你盯着监控站了很久，医疗区的低温冷藏柜我检查过了，抗生素和疫苗都储存完好，还能再放3年。我接过姜茶，指尖传来温热的触感。客厅里的暖灯依旧亮着，林夕已经转身去整理物资区剩下的活，柳如烟则坐在沙发上，拿出医学书翻看。窗外的风雪依旧狂暴，
暴，可屋内的温暖却像是一道坚固的屏障，隔绝了外面的寒冷与残酷。晚上的时候，林夕突然提议：“秦哥、柳医生，我们给堡垒的各个区域贴上手绘标识吧，比如物资区、食品区、医疗区、药品存放处，这样找东西更方便。以后万一有紧急情况，也不会乱了阵脚。”柳如烟立刻表示赞同，这个主意好，我可以帮忙画点小图案，比如食品区画面包，医疗区画十字，这样更直观。我没有反对，甚至找来了彩笔和卡纸放在他们面前。两人坐在地板上，头挨着头讨论着标识的样式。林夕的字工整清秀，把每个标识的名称写得清清楚楚。柳如烟的话简洁生动，在旁边添上小小的图案，让冰冷的堡垒多了几分烟火气。我靠在沙发上，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听着偶尔传来的笑声，心里的紧绷感慢慢消散。这座用100亿和18天心血打造的钢铁堡垒，因为有了它们，渐渐不再只是冰冷的防御工事。我收回目光，指尖在控制台上轻点，调出楼道口的特写监控。那对母子依偎在一起，孩子已经睡着了。母亲靠在冰冷的墙壁上，眼神警惕地扫视着周围，手里紧紧攥着剩下的压缩饼干。监控镜头扫过其他区域，那些蜷缩在楼道口的邻居果然注意到了刚才的动静，有人露出羡慕的神色，有人眼神闪烁，显然在盘算着什么。之前跟着丁伟抢粮的那个瘦高个甚至站了起来，朝着堡垒的方向张望，眼底的贪婪几乎要溢出来。他大概觉得只要装可怜，就能从这里拿到物资。我冷笑一声，按下投放口的锁定按钮，同时启动了外围防护栏的低功率预警电弧，蓝色的微光在血液里闪烁，无声地警示着别有用心之人。刚才的帮助已经是我能给出的最大让步。我转头对林夕说：“末世里，善良是最昂贵的奢侈品，一次心软就可能引火烧身。”林夕点点头，擦了擦眼角的泪。我知道了，秦哥以后不会再随便提议送物资了。柳如烟走过来，递给我一杯热姜茶，喝点暖暖身子。刚才你盯着监控站了很久，医疗区的低温冷藏柜，我检查过了，抗生素和疫苗都储存完好，还能再放3年。我接过姜茶，指尖传来温热的触感。客厅里的暖灯依旧亮着，林夕已经转身去整理物资区剩下的活，柳如烟则坐在沙发上，拿出医学书翻看。窗外的风雪依旧狂暴，可屋内的温暖却像是一道坚固的屏障，隔绝了外面的寒冷与残酷。晚上的时候，林夕突然提议：“秦哥、柳医生，我们给堡垒的各个区域贴上手绘标识吧，比如物资区、食品区、医疗区、药品存放处，这样找东西更方便。以后万一有紧急情况，也不会乱了阵脚。”柳如烟立刻表示赞同，这个主意好，我可以帮忙画点小图案，比如食品区画面包，医疗区画十字，这样更直观。我没有反对，甚至找来了彩笔和卡纸放在他们面前。两人坐在地板上，头挨着头讨论着标识的样式。林夕的字工整清秀，把每个标识的名称写得清清楚楚。柳如烟的话简洁生动，在旁边添上小小的图案，让冰冷的堡垒多了几分烟火气。我靠在沙发上，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听着偶尔传来的笑声，心里的紧绷感慢慢消散。这座用100亿和18天心血打造的钢铁堡垒，因为有了它们，渐渐不再只是冰冷的防御工事。夜深了，我去监控中心做最后的检查。外面的风雪已经小了一些，那对母子蜷缩在楼道口，母亲抱着孩子，始终保持着警惕。其他邻居大多已经睡去，只有几个身影还在雪地里徘徊，大概是在寻找零星的食物。远处的城市废墟里，偶尔能看到零星的火光，那是幸存者在燃烧杂物取暖。可这点微弱的火光，很快就被漫天风雪吞没。零下180度的严寒，像一头贪婪的巨兽，吞噬着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生机。我收回目光，关闭了部分监控画面，只留下核心区域的预警。走到客厅时，柳如烟和林夕已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身上盖着厚厚的毯子。我拿起一条备用毯子，轻轻盖在他们身上，月光透过防弹玻璃照进来，落在他们安静的睡脸上，柔和又安宁。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恒温系统稳稳维持着28度的适宜温度。我闭上眼睛，耳边不再是末世前的喧嚣，也不是外面风雪的嘶吼，而是客厅里传来的轻微呼吸声。这一刻，我突然觉得这座冰冷的钢铁堡垒或许真的能成为我们在末世里的避风港。可我没想到，这份平静并没有持续多久。第二天清晨，监控中心的预警声突然响起，我快步走过去，调出画面一看，瞬间皱紧了眉头。楼道口聚集了10几个邻居，正是昨天看到我们给那对母子送物资的人。他们围着那对母子，有人已经动手抢夺防寒服和饼干，女人抱着孩子哭喊，却被一个壮汉一脚踹倒在雪地。而那个瘦高个正站在最前面，手里举着一根木棍，对着人群嘶吼，显然在煽动情绪。他的身边还站着几个之前跟着丁伟抢粮的人，手里拿着木棍和石头，眼神凶狠地盯着堡垒的方向。外面的麻烦还是找上门来了。清晨的阳光刚透进堡垒，厨房就飘出了杂粮粥的香气。柳如烟在灶台前搅拌着粥锅，浅蓝色的家居服衬得她神色柔和。林夕蹲在旁边剥鸡蛋，动作麻利，两人低声说着话，连动作都透着默契。我走进厨房时，林夕立刻抬起头，笑着递来一个温热的鸡蛋。秦哥，粥马上就好，加了红枣和枸杞暖身子。粥香混着红枣的甜意漫满客厅，这是末世里难得的安稳。可这份安稳很快就被监控中心的预警声打破。我快步走过去，屏幕上的画面让我脸色一沉。楼道口聚集了10几个邻居，瘦高个站在最前面，手里举着根冻硬的木棍，正对着人群嘶吼。他能给那对母子送物资，凭什么不给我们里面？肯定囤了无数吃的，冲进去就能活。人群被煽动起来，有人已经开始砸堡垒外部防护栏，金属碰撞声刺耳难听。更让人愤怒的是，他们抢走了那对母子仅剩的防寒服和饼干。女人抱着孩子跌坐在雪地里哭喊，却被瘦高个一脚踹在肩膀上，瞬间倒在雪地里。都怪我！林夕站在我身后，声音发颤，眼里满是愧疚。要是我没提议送物资，就不会引来这些麻烦。柳如烟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眉头紧锁。不是你的错，是他们本就贪婪。之前丁伟煽动抢粮时，他们就蠢蠢欲动，现在不过是找了个借口。我们得尽快把他们驱走，不然他们会越来越疯狂。我没说话，指尖按下远程喊话装置，声音冷得像冰，立刻离开。再纠缠，后果自负。
瘦高个却更嚣张了，指着堡垒大喊：“你少吓唬人！有本事你出来，我们这么多人耗也能耗死你！”他身边的人跟着起哄，有人捡起石头砸向防弹玻璃，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很快就被飘落的雪花覆盖。我冷笑一声，按下了外围电击桩的开关，这是加固防御时特意加装的，有储能电池组单独供电，确保瞬间电流强度足够威慑。蓝色电弧在防护栏外炸开，最前面的3个人瞬间被电得浑身抽搐，惨叫着摔倒在雪地里，衣服上瞬间结了一层薄冰，人群瞬间安静了，眼里的狂热被恐惧取代。最后警告：3分钟内离开，否则下次启动的就是致命防御。我语气里的杀意毫不掩饰，同时通过监控紧盯他们的动作，指尖悬在弩箭阵的启动按钮上。瘦高个脸色发白，嘴唇哆嗦着还想硬撑，却被身边的人狠狠拉了一把。那些人看着防护栏上闪烁的蓝色电弧，再也不敢停留，拖着受伤的人仓皇逃离，连抢来的防寒服都丢在了地上。那对母子跌跌撞撞地爬起来，捡起地上的物资，对着堡垒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才互相搀扶着慢慢挪回楼道。林夕松了口气，眼眶还是红的。还好你有准备。末世里善良要带锋芒。我关掉喊话装置，转头看向他，这次是教训，以后不要再想着给外面送物资了。我们的物资要优先保障自己，也没义务为别人的贪婪买单。柳如烟点点头。我现在去检查外围防御，刚才他们砸防护栏的地方得加固一下。林夕，你和我一起，顺便看看储能电池组的电量消耗情况。好。林夕立刻应声，跟着柳如烟往设备区走去。早餐已经凉了，我把粥倒进锅里加热。客厅里的暖灯依旧亮着，可刚才监控里的混乱像一根刺，扎破了片刻的温馨。我靠在沙发上，指尖划过控制台，调出瘦高个的追踪画面。果然，他并没有走远，而是躲在远处的废墟后，死死盯着堡垒的方向，像一头伺机而动的饿狼。麻烦才刚刚开始。我盯着监控里瘦高个的身影，指尖立刻调出庄园外围的全景监控，同时启动了红外探测模式。雪地里的热量轨迹清晰可见，能清楚追踪他的动向。柳如烟把加热好的粥端过来，看到屏幕上的画面，眉头瞬间拧紧。他没走，肯定在打坏主意。林夕也凑过来，脸色发白。要不要我去检查下电子防御系统？刚才他们砸防护栏时，我检测到有微弱的线路震动，万一他想破坏外围预警装置。不用，先盯着他。我按住控制台，目光锁定瘦高个的动作。只见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破旧的对讲机，躲在废墟后压低声音说着什么，手指还不停指向堡垒的方向，显然在向外界传递信息。对讲机的信号很微弱。林夕立刻拿出他的电子检测仪，快速调试起来。他的手指在仪器上翻飞，眉头越皱越紧，片刻后脸色骤变。他在联系外界信号频率很陌生，不是之前邻居用过的通讯频道，像是有组织的势力。话音刚落，监控镜头的远处，风雪中突然出现几道黑色剪影，是3辆改装雪地摩托，车身上插着的黑色旗帜在风雪中猎猎作响，上面的滴血镰刀标志格外刺眼，是镰刀帮。我沉声道，之前通过卫星电话听过这个团伙的传闻，他们专挑有物资的幸存者堡垒抢劫，手段比丁伟这群散兵游勇狠辣100倍。没想到瘦高个竟然把他们撵了。雪地摩托的速度极快，很快就停在废墟旁。为首的男人穿着黑色皮夹克，脸上一道狰狞的刀疤，下车后直接踹了瘦高个一脚，语气凶狠。确定里面有大量物资，要是敢骗我，我把你扔去喂雪狼。瘦高个谄媚的笑着，点头哈腰。绝对没错，我亲眼看见他们给人送吃的堡垒里，肯定囤满了，我帮你们带路，只求分我点物资，让我活下去就行。刀疤男冷笑一声，挥手示意手下先试探下防御，把外围的防护栏拆了。2个镰刀帮成员立刻下车，从雪地摩托上搬下切割工具，朝着堡垒的外围防护栏走来。刺耳的切割声穿透风雪传进来，林夕的手紧紧攥着检测仪，声音发颤却坚定。我已经启动电子预警联动，他们一旦靠近核心防御区，我就能触发电磁干扰，让他们的切割工具失效。柳如烟已经转身往医疗区走，我去准备急救包和止血用品，还有冻伤药膏，万一有冲突，能及时处理伤口。我指尖快速敲击控制台，启动外围的电磁防护盾。这层防护盾由核动力发电机供电，能抵御低频切割工具的干扰。不用慌，先看看他们的底细。防护栏突然亮起淡蓝色的电磁光晕，正在切割的2个镰刀帮成员瞬间惨叫着后退，手里的切割工具掉在雪地里，瞬间被低温冻住，还冒着微弱的电火花。刀疤男脸色一沉，从雪地摩托上扛起一把火箭筒，对准了堡垒的外墙。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炸！小心！柳如烟刚跑回监控中心，声音急促，我立刻按下应急防御按钮。阳台外瞬间升起一层加厚合金防护盾，与外墙的军工合金形成双重防护。轰的一声巨响，火箭弹在防护盾外炸开，血沫漫天飞溅，防护盾却纹丝不动，只是震起一层薄薄的冰屑。刀疤男眼神一凝，刚要下令再次进攻，瘦高个突然指着楼道口大喊：“里面还有其他邻居可以抓来当人质，逼他们开门！”刀疤男眼睛一亮，挥手让手下冲向楼道。监控里，之前那些退去的邻居吓得四散逃窜，却还是有2个行动迟缓的老人被抓住，被拖拽着往堡垒方向走来。我握紧拳头，指尖按在武器操控按钮上。柳如烟和林夕站在我身边，神色紧张却没有退缩。柳如烟手里握着医用剪刀，眼神坚定；林夕紧紧盯着检测仪，随时准备干扰对方通讯。风雪中，刀疤男的笑声格外刺耳，通过扩音喇叭传来：“前锋出来投降献粮，不然我就把这2个老东西扔去喂雪狼。”而远处的天际线，更多的黑色剪影正在逼近，雪地车的轰鸣声，人的嘶吼声，在风雪中交织成一曲末世的悲歌。镰刀帮的大部队真的来了。刀疤男的嘶吼穿透风雪，被抓住的2个老人吓得浑身发抖，呼喊着求饶：“秦哥救我们，我们不想死啊！”其中一个正是之前争抢冻面包的老头，此刻他的嚣张荡然无存，脸埋在雪地里，卑微的像条狗。我没说话，指尖死死按在武器操控按钮上，眼神冰冷。柳如烟别过脸，不忍再看。医者的本能让他无法漠视生命，可漠视的残酷早已教会他，怜悯换不来生存。林夕的嘴唇抿得发白，手紧紧攥着电子检测仪，指节泛白，却没有说话。他终于明白，我之前的冷漠是末世里最必要的自保。刀疤男见我没反应，冷笑一声，抬脚狠狠踩在其中一个老人的背上，
咔嚓一声脆响，骨头碎裂的声响透过风雪传来，老人发出凄厉的惨叫，雪地里瞬间渗出暗红的血渍，很快又被零下180度的低温冻成冰坨。秦风，你再不开门，下一个就是他。另一个老人吓得魂飞魄散，突然哭喊着指向楼道口：“别杀我！我知道那对母子藏了食物，我带你去抢。”为了活命，他毫不犹豫地出卖了同类。刀疤男眼中闪过贪婪，挥手让2个手下跟他去。监控里，那对被我帮助过的母子很快被揪了出来，女人死死护着孩子，后背紧紧贴在冰冷的墙壁上，却被瘦高个一脚踹在膝盖上，瞬间跪倒在地。瘦高个抢过他们怀里仅剩的半块压缩饼干，谄媚地递给刀疤男，还不忘踹了孩子一脚。这小崽子还敢瞪我！孩子的哭声微弱又绝望，像小猫似的。女人爬起来想护着孩子，却被2个镰刀帮成员按住肩膀，一把冰冷的匕首抵在了他的脖颈上。秦风，再不开门，我先杀了这小子！刀疤男的声音像淬了冰，带着毫不掩饰的残忍。我身旁的林夕浑身发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出声。他终于亲眼见识到末世里的善意有多廉价，而我的冷漠又是多么必要。柳如烟深吸一口气，声音沙哑：“别冲动，他们就是想激怒你，让你自乱阵脚。堡垒的防御足够坚固，他们攻不进来。”就在这时，被踩断骨头的老人突然挣扎着爬起来，朝着堡垒的方向扑来，嘴里含糊地喊着：“我要进去。”刀疤男眼神一狠，抬手掏出一把手。老人倒在雪地里，鲜血汩汩流出，在雪地上汇成一小片暗红色的冰滩。周围的邻居吓得纷纷后退，躲在远处的废墟后。没人敢替死者难过，没人敢指责刀疤男，他们眼里只有恐惧和自保。这就是末世，人命如草芥，绝情才是生存的常态。刀疤男舔了舔嘴唇，觉得杀一儆百的效果还不够，又弯腰抓起孩子的衣领，把他举到雪狼经常出没的废墟旁。雪地里隐约能看到几对绿油油的眼睛，正是饥饿的雪狼在徘徊。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弱，小脸冻得发紫，嘴唇都在颤抖。女人已经哭得昏厥过去，被一个镰刀帮成员拖着头发拽在手里。瘦高个在一旁煽风点火：“老大别跟他废话，直接杀了，再用炸药炸开门里面的物资，够我们活好几年。”我盯着屏幕上孩子苍白的小脸，指尖的力道越来越大，指节泛白。柳如烟和林夕都看着我，眼神里满是复杂，有不忍，有担忧，却没有劝阻。而远处，镰刀帮的大部队已经越来越近，10几辆雪地车裹挟着雪沫驶来，车顶上的重型机枪闪着冷光。刀疤男见我依旧没反应，嘴角勾起残忍的笑，缓缓松开了抓着孩子的手。刀疤男松开手指的瞬间，我猛地按下隐蔽通道开关，堡垒侧面的合金板悄无声息地划开，一道缓冲气垫快速弹出。孩子掉在气垫上的同时，我启动远程牵引装置，高强度鱼鳞绳瞬间缠住昏厥的女人，将2人快速拉进。整个过程不过3秒，等刀疤男反应过来，合金板已经彻底闭合，不留一丝痕迹。操，敢杀老子！刀疤男暴怒，挥手让手下扛起火箭筒，对准通道位置轰击。合金墙被震得微微震颤，却没有丝毫破。20厘米厚的巨光就不是普通火箭弹能击穿的。我冷笑一声，按下武器操控按钮，阳台外的隐蔽弩箭阵瞬间启动，几十支带扩伤风涂层的弩箭带着破空声射向刀帮。惨叫声此起彼伏，2个靠近通道的成员被弩箭穿透肩膀，倒在雪地里挣扎，低温让伤口瞬间冻结，血珠溅在雪上，凝成暗红的冰粒。刀疤男躲在雪地车后，嘶吼着下令：全员进攻，用炸药炸墙，今天必须把这座堡垒拿下来。5个成员扛着炸药包，在同伴的掩护下冲向堡垒。我指尖切换操控模式，启动外围电磁陷阱，这是之前加固防御时运用，有储能电池组供电，能瞬间释放高压电流。蓝色电弧骤然炸开，扛炸药包的5个浑身抽搐的倒地，炸药包滚动，被低温冻住，根本无法引爆。瘦高个见状想跑，却被我通过监控精准锁定。我操控侧面射击孔的弩箭，一支弩箭精准射穿他的脚腿，他惨叫着摔在雪地里，积雪瞬间染成红色，很快又冻成冰。他挣扎着想要爬走，却被漫天风雪冻得牙关打颤，最终只能躺在雪地里哀嚎。柳如烟已经将女人救醒，正在医疗区给她和孩子处理冻伤，还特意给孩子喂了点温水和葡萄糖。林夕则紧盯着电子检测仪。秦哥他们在调整通讯频率，想联系大部队支援，我正在干扰他们的信号。我立刻切换手动操控，调出外墙炮口画面。刀疤男果然让手下拿出了信号干扰器，试图屏蔽我们的防御系统。我毫不犹豫按下发射键，高压液弹呼啸而出，瞬间将干扰器冻成冰坨。操作干扰器的成员手指被冻粘在设备上，硬生生撕下一层皮，惨叫着倒在地上。老大，这堡垒太硬了，我们已经折了5个人。有镰刀帮成员哭喊着后退，显然被眼前的防御吓破了胆。刀疤男红着眼，掏出枪打死后退。谁敢对我杀，谁拿不下这里，我们都得冻死饿死。剩下的成员被死亡威胁震慑，疯了似的冲向堡垒，有的用斧头砸墙，有的试图攀爬防护栏。我启动墙面电击系统，滋滋的电弧声中，是纷纷惨叫着血抽搐的身影。可就在这时，林夕突然大喊：“不好，他们的大部队到了通讯干扰，没完全挡住，还是有信号传出去了。”我转头看向监控，远处风雪中，10几辆雪地车裹挟着浓重的雪雾驶来，车顶上的重型机枪闪着冷光，显然是镰刀帮的主力部队。刀疤男看着援军，脸上露出残忍的笑：“秦风，我看你这次怎么挡？”我握紧操控杆，额头渗出冷汗。堡垒的防御虽强，却扛不住重型机枪的持续轰击，而通道里的母子还需要安置，柳如烟和林夕的安全也需要保障。风雪更急了，雪片像刀子似的刮过合金墙，发出刺耳的声响。死亡的阴影正快速笼罩这座钢铁堡垒。就在这时，我想起了之前预埋的终极陷阱，指尖缓缓移向控制台最下方的红色按钮，冰原陷阱该启动了。刀疤男的狂笑还没落下，我猛地按下了藏在控制台最下方的红色按钮，这是我早就预设的冰原陷阱启动键。从发现镰刀帮信号时，就已经暗中部署完毕，用核动力发电机供电，确保瞬间爆发力。下一秒，堡垒外围100米内的积雪
触到尖锐的刺在雪地中，阵阵生气，像狰狞的獠牙，瞬间刺穿了冲在最前面的3辆雪地车。车胎爆裂的巨响，金属扭曲与耳混在一起，雪地车翻倒在地，车上的镰刀帮成员被火扑出，摔得鲜血瞬间染红了白雪，又在零下180度的极寒中凝固成暗红的冰壳。怎么回事？刀疤男脸色骤变，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他没想到这座堡垒不仅防御坚固，还预埋了这么狠的陷阱。我冷笑一声，指尖继续操作，启动了第2重陷阱。预埋在雪地中的液弹喷射口突然开启，零下3米度的液弹喷涌，瞬间将周围的积雪冻成光滑的冰面。剩下的雪地车来不及刹车，纷纷打滑侧翻，众人机枪摔在冰面上，瞬间被冻住，根本无法使用。是陷阱，他早就设了陷阱。有镰刀帮成员哭喊着想要逃跑，却脚下一滑，摔在冰面上，被后续翻倒的车辆碾压而过，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林夕紧盯着电子检测仪，声音带着兴奋：秦哥他们的通讯被我彻底干扰了，联系不上后续支援。现在只能靠现场这些人。柳如烟已经安置好母子，拿着医用剪刀和急救包跑过来，眼神坚定。医疗区准备完毕，随时能处理伤员和新设备区的储能电池足，还有80%电量，足够支撑防御系统运行。我没回头，指尖按下弩箭阵的全覆盖发射键，密集的弩箭如暴雨般射向冰面上挣扎的镰刀。不致失去行动力，刀疤男想爬进翻倒的雪地车躲起来，我直接启动外墙炮口，一发高压落在他身边，瞬间将他半边身子冻成冰雕。不，刀疤男的嘶吼戛然而止，剩下的半边身子还在挣扎，却被后续的弩箭穿透胸膛，彻底没了动静。不到10分钟，镰刀帮的大部队就全军覆没。雪地中翻倒的车辆、凝固的血冰、冻僵的尸体杂乱堆叠，寒风卷着雪沫掠过，发出呜咽般的声响，像是对这些掠夺者的嘲讽。我调出通道监控，那对母子正蜷缩在安全区里，女人紧紧抱着孩子，眼神里满是劫后余生的庆幸。林夕主动走过去，递上热姜茶和压缩饼干，轻声安抚着他们。柳如烟站在我身边，看着监控里的惨状，轻声道：“这就是末世，弱肉强食。”我点点头，指尖划过控制台，启动自动清理系统，让机械臂把尸体和废车拖到远处的雪沟里，别留在附近引来雪狼。清理完后，加固外围防御，谁也不知道下一波危险什么时候会来。就在这时，林夕突然喊道：“秦哥，你看这孩子怀里藏着什么？”我转头看向监控，只见那个小男孩紧紧攥着一个小小的金属牌，藏在怀里不肯松手。金属牌泛着冷光，上面刻着一个雪花纹路的标志，既不是邻居的，也不是镰刀帮的，这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标志。我盯着监控里那枚雪花纹路的徽章，指尖立刻放大画面。金属牌约莫硬币大小，纹路精细，边缘刻着极小的冰原2字，既陌生又透着危险的气息。把他们带过来，我沉声道。林夕很快领着母子走进监控中心，女人怀里的孩子紧紧攥着徽章，见了我，下意识往母亲身后缩了缩，眼神里满是警惕。这徽章是哪里来的？我尽量放缓语气，指着屏幕上的放大画面。女人脸色发白，犹豫了许久才开口：“是我丈夫留下的，他以前是冰原研究所的研究员，末世前突然失踪，只留下这个徽章和一句遇到危险就找带雪花标的人。”冰原研究所，我心头一凛，这个名字和之前收到的加密信息里的冰原帝国隐约有关联。林夕立刻拿出他的电子检测仪，对着徽章扫了扫，脸色骤变。秦哥，这徽章里有微型芯片，一直在向外发送微弱信号。之前我们没发现，是因为它的信号频率很低，只有靠近特定设备才会被激活。就在这时，自动清理系统传来警报。我转头看向监控，只见清理机械臂在一堆镰刀帮尸体下，发现了一具穿着白色研究服的尸体，胸口同样别着一枚雪花徽章。更诡异的是，他手里还攥着半张残缺的地图，上面用红笔圈着堡垒的位置，显然是冲着这里来的。他们在找这个徽章，也在找我们。我握紧拳头，瞬间想明白了，镰刀帮来犯不只是因为受高哥的告密，更因为这枚徽章背后的秘密。柳如烟给孩子裹紧毯子，轻声问女人：“你丈夫有没有说过这徽章到底代表什么？”女人摇摇头，眼泪掉了下来。他只说这东西能换活命的机会，却没说会引来这么多杀身之祸。我们一路逃过来，全靠这徽章，偶尔能屏蔽信号，才没被盯上。外面，清理机械臂正将镰刀帮的尸体和废车拖到远处的雪沟里，雪地里只留下暗红的冰迹。监控扫过楼道口，几个邻居躲在远处张望，见没了危险，竟偷偷跑过来捡漏，争抢着镰刀帮掉落的破衣服和空罐头，甚至为了半瓶冻硬的血互相推搡，全然不顾地上的尸体。林夕皱着眉：“这些人刚才还吓得不敢出来，现在就敢抢东西了。末世里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我关掉监控画面，转头看向女人：“这徽章很危险，暂时由我保管。你们先在堡垒暂住，帮林夕整理物资台账和医疗辅助工作。记住，堡垒的规矩不能破，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碰的别碰。”女人用力点头，把徽章递了过来。我接过徽章，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芯片的微弱信号还在持续。林夕调试着检测仪，突然道：“信号指向东北方向，那里应该有他们的。据点看，信号强度距离我们大概50公里，是城市废墟的核心区。”我走到控制台前，调出东北方向的地图，那里常年被暴雪覆盖，据说盘踞着不少大型势力，冰原帝国的据点大概率就在那里。柳如烟端来热姜茶，放在女人面前：“先休息下，你和孩子都需要恢复体力，医疗区有干净的房间，我带你过去。”就在这时，监控屏幕突然弹出加密信号预警，发信源头正是东北方向，内容只有一行：雪花归位，冰原苏醒。我握紧手中的徽章，抬头看向窗外漫天风雪。原来镰刀帮只是棋子，真正的危险来自那个藏在暴雪背后的冰原势力，而这对母子，这枚徽章竟成了打开危险大门的钥匙。
加密信号的荧光在控制台屏幕上闪烁，我捏着那枚雪花徽章，指尖能感受到芯片微弱的震动。林夕已经调出信号追踪界面，眉头紧锁。他们在通过徽章定位信号源，最多半小时就会锁定我们的位置。用徽章反制，我把徽章递过去，你试试能不能利用它的芯片频率发送虚假定位信号，把他们引去其他地方。林夕立刻接过徽章，将它连接到电子检测仪上，快速操作起来。柳如烟扶着那对母子坐在沙发上，给他们裹紧毯子，又递去热粥。别怕，在这里是安全的，堡垒的防御足够挡住任何进攻。女人接过粥，眼眶通红，轻声道：“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你们，我和孩子早就没了。”监控里，远处的邻居还在捡拾镰刀帮的遗物，没人敢靠近堡垒半步。刚才的战斗已经让他们彻底畏惧。我启动外围防御强化程序，合金墙的能量护盾亮起淡蓝色光晕，将堡垒包裹得严严实实，同时让林夕检查储能电池组的电量，确保防御系统能持续运行。成了！林夕突然大喊，屏幕上的信号轨迹瞬间分裂成10几个虚假点，散落在城市废墟各处。我给信号加了时效，至少能骗他们3天，3天内他们找不到真正的位置。我松了口气，接过徽章仔细端详。女人突然开口：“我想起了，我丈夫说过，这徽章是冰原研究所的安全密钥。”能打开研究所的核心数据库，数据库里有对抗极寒的温控技术，还有净化水源、改良作物的方案，据说能让更多人在末世里活下去。这句话让我们3人都愣住了。柳如烟眼中闪过光亮，如果能拿到这些资料，或许能帮助更多守规矩的幸存者，不用再受冻挨饿。我却摇了摇头，现在首要的是守住这里，等这3天缓冲期过去，我们再想办法去研究所。现在去等于自投罗网。我把徽章锁进控制台的保密箱，转头对女人说：“你和孩子暂时住在这里，帮林夕整理物资台账，顺便学习医疗辅助知识。柳如烟会教你基本的伤口处理和物资分类，记住，堡垒的规矩不能破。”女人用力点头，眼里满是感激，我一定好好做事，绝不添乱。接下来的2天，我们全员加固防御工事。林夕完善了电子预警系统，在堡垒外围加装了更多红外探测仪。柳如烟盘点了所有医疗物资，将外伤药、抗生素、冻伤药膏分类归档，还特意检查了低温冷藏柜里的疫苗和特殊药品。我则启动了柴油再生装置，确保发电机燃料充足，同时检查了所有陷阱和武器，补充了弩箭和弹药。连那个小男孩都学着帮忙，用小手整理物资标签，虽然动作笨拙，却格外认真。堡垒里的暖灯日夜亮着，食物的香气、工具的碰撞声、偶尔传来的交谈声，渐渐盖过了外面的风雪嘶吼。监控里那些简陋的邻居终究没敢再来挑衅，只是蜷缩在楼道口，偶尔望着堡垒的方向，眼神里有羡慕，却没了之前的贪婪。他们已经见识到了堡垒的防御，也知道了我的底线。远处冰原势力的虚假定位点还在闪烁，却始终没有出现实质的威胁。这天傍晚，我们4人围坐在餐桌旁，林夕煮了一锅热腾腾的蔬菜汤，里面加了罐头蔬菜和牛肉，香气扑鼻。小男孩捧着小碗，小口小口地喝着，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柳如烟看着窗外的风雪，轻声道：“3天快到了，虚假信号很快会失效，或许我们可以用研究所的资料帮一下那些愿意守规矩、肯劳动的邻居。”我看着桌上的热汤，又看了看身边的3人，柳如烟的眼神里满是期待，林夕点头表示赞同，女人也露出渴望的神色。我想起了前世战友的惨死，想起了那些因缺物资而冻死饿死的人，心里的某个角落渐渐松动。我起身走到控制台，调出城市地图，在堡垒周围圈出一片安全区，可以，但要立规矩，愿意劳动、遵守秩序、不抢夺他人物资的人才能得到帮助。我们提供食物和药品，他们负责清理废墟、搭建临时住所，一起抵御危险。林夕和柳如烟相视一笑，女人也激动地说：“我可以帮着登记邻居的信息，筛选守规矩的人。”夜色渐深，风雪依旧肆虐，但这座钢铁堡垒里却涌动着温暖的生机。我站在监控前，看着外面漫天风雪，又回头看了看客厅里的身影，握紧了拳头。3天后，我们就要出发去冰原研究所，无论前方有多少危险，我都要拿到那些技术资料，不仅是为了自保，也是为了身边的人，为了那些还在绝境中挣扎的守底线的幸存者。3个月后，当第一缕真正温暖的阳光穿透云层，落在融化的积雪上时，我正站在堡垒的顶端，看着远处城市废墟里升起的袅袅炊烟，手里的雪花徽章早已不再发送信号，它躺在控制台的玻璃罩里，成了末世转折的见证。获取冰原研究所核心资料的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我们趁着虚假信号还在生效，驾驶着改装过的雪地车，配备了堡垒同款恒温系统和便携式供氧设备，穿着零下200度防寒服，在小男孩母亲的指引下，避开冰原势力的残余部队，穿越了50公里的冰封废墟，终于找到了隐藏在雪山深处的研究所入口。林夕用徽章破解了数据库密码，里面果然有对抗极寒的温控技术，还有净化水源、改良耐寒作物的完整方案。更意外的是，我们还发现了冰原帝国的秘密，他们想垄断温控技术，奴役其他幸存者，镰刀帮只是他们的先锋部队。返回堡垒后，我联合了那些愿意遵守秩序的邻居，有人拿出珍藏的种子，在融化的土地里播种，有人用废弃的钢材搭建临时住所和防御栏。柳如烟带着邻居里的医护人员，建立了临时医疗点，救治冻伤和感染的幸存者。林夕则成了技术核心，带领几个有电子基础的邻居改造温控装置，将温暖区域一步步扩大。那个曾经蜷缩在母亲怀里的小男孩，总是跟在林夕身后，拿着小本子记录设备参数，成了最小的技术助手。小男孩的母亲负责登记幸存者信息，分配物资，他的眼神里早已没了恐惧，多了几分坚定和从容。曾经争抢物资的邻居，在共同的生存目标下，渐渐放下了戒备。有人主动交出了之前抢夺的物资，有人默默清理废墟里的尸体，有人帮着照顾老人和孩子。他们终于明白，末世里团结协作才能活下去。冰原势力的残余部队
想抢夺温控技术。但这一次，我们不再是孤军奋战，堡垒的防御陷阱，邻居们的协同作战，改良后的武器装备，让我们成功击退了他们。当那些残余势力看到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在温暖中重建家园，看到冰雪消融后露出的绿色幼苗，最终选择放下武器，加入了重建的队伍。没人愿意再回到暗无天日的极寒里，也没人愿意再被奴役。而苏晴，这个我前世恨之入骨的女人，也在冰原势力的残余部队里。她大概是走投无路，投靠了冰原帝国，想靠着出卖他人换取生存机会。在最后的战斗中，她试图偷袭柳如烟，却被我当场制服。看着她那张依旧姣好却也是贪婪与恶毒的脸，我没有动手杀她，只是把她赶出了安全区，让她在冰天雪地里挣扎。看着我们重建家园，看着她梦寐以求的物资和温暖，却永远得不到，这才是对她最狠的报复。春末的时候，城市里的积雪已基本消融，第一批嫩绿的麦苗破土而出，小溪里的水潺潺流淌，带着生机。我站在曾经的堡垒前，这里早已不是孤立的防御工事，而是成了重建家园的中心。柳如烟在临时学堂里给孩子们讲解卫生知识和生存技能，林夕带着技术团队调试新的温控装置，准备扩大温暖区域。小男孩的母亲在田埂上指导人们播种，脸上满是笑容。邻居们有的在搭建房屋，有的在晾晒物资，孩子们在清理干净的空地上奔跑嬉戏，笑声穿透了曾经的死寂，成了最动听的旋律。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每个人的脸上，温暖而耀眼。我走进曾经的监控中心，控制台的屏幕上不再是冰冷的预警，而是各地的重建进度报表和幸存者人数统计。玻璃罩里的雪花徽章在余晖下泛着柔和的光，它曾是危险的钥匙，最终却打开了希望的大门。末世的残酷终究没能磨灭人性的光辉，那些在冰封中坚守的暖光，那些彼此扶持的瞬间，那些放下贪婪选择善良的决定，成了驱散严寒的最强力量。当曙光破晓，冰雪消融，我们终于明白，真正能抵御末世的从来不是冰冷的钢铁堡垒，而是人心凝聚的温度。这座曾经的堡垒如今成了孩子们的学堂，大人们的攻防，幸存者的家园，成了我们在末世里最坚实的依靠。而我也终于放下了前世的仇恨，找到了比复仇更有意义的事，守护身边的人，重建家园，让更多人在绝望中看到希望。风雪早已散去，未来可期。